人有一命二运三风水，华夏数千年间，历代帝王权贵皆痴迷于风水看运之术。如果你百事不顺，整日浑浑噩噩，财运不佳，运势极差，那么可能不是你的命不好，而是你家的风水有问题。清朝末年，身为大清皇朝钦天监第一风水相识李金山夜观星斗，发现紫微地形西落，天定寿数已尽，大清皇朝回天乏术。算出大清江山即将倾覆的李金山提前逃离了京城，过起了四处逃亡的生活。不知逃亡了多久，饿了2天2夜，李金山最终饿晕在街头。原以为会饿死街头，可能是命不该绝，他被当地有名的富商陈廷海所救，两人一见如故，留在家中好酒好肉的招待了半年之久。大哥，我陈廷海虽然家财万贯，如今已过不惑之年，膝下却无一儿半女，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老天为什么这样对我？看他的面相，他命里无财，是七杀入命中的劳碌命，但在他的子孙宫上看，他应该有2儿1女，本是无财之命，却有万贯家财，本应2儿1女，却膝下无儿无女，他的命格好像被改变了。贤弟，我看你的面相，你命中应该子孙满堂，怎么会膝下无儿无女？你的命格应该出现了问题。大哥，你还会看相？略懂一些罢了。第二天，陈廷海带着李金山来到了陈家的阴宅祖坟。当看到此地的风水，心中难免有些震惊。这是枕下藏金的风水局。大哥好眼力，我家祖坟的风水就是枕下藏金的招财风水局。看到此处的风水局，李金山眉头微微一皱，他已经明白陈廷海无儿无女的原因。陈廷海本是七杀入命的劳碌命，有这种命格的人，操劳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钱，他却有着万贯家财。正是因为此处的风水局枕下藏金，改变了他的命运。贤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大哥，当讲便是。在风水学术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枕下藏金，断子绝孙。枕下藏金对死者的阴德福报要求非常高，葬在这种风水宝穴上，祖上必须要有很厚的阴德与福报，不然就会断子绝孙。那该怎么办？大哥，有没有那种不需要阴德福报的风水宝地？有是有，不过大哥，你可要帮帮我呀，不然我陈廷海就要断子绝孙了，我的万贯家产谁来继承？大哥，求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我。陈贤弟，你的命格已经形成，我也无能为力。你若想改变现在的命运，就多行善事，累积福报，可能会有转变。大哥，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改变我的命运，求求你帮帮我。陈贤弟，不是我不想帮你，如果我帮你逆天改命，必定会遭到天谴，重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轻则眼瞎腿瘸，一生灾厄不断。大哥，看在我救你命的份上，照顾你这半年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大哥，你尽管放心，你若遭到天谴，我陈廷海给你披麻戴孝，我陈廷海给养老送终。好吧，我帮你逆天改命。李金山看出陈廷海祖上枕下藏金，断子绝孙风水局，并帮陈廷海改命，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李金山带陈廷海来到一处上乘风水宝地莲蓬豹子穴。当陈廷海看到莲蓬豹子穴的风水局，心中无比的震惊。7座群山环抱中间很高的山峰，这也是莲蓬豹子穴的主峰，就像一个大人看着7个孩子，真是天公造物，鬼斧神工。大哥，我把父母的祖坟迁到这里，是不是就能有后了？莲蓬豹子是上乘的送子风水局，你看主峰被7座山峰环抱，就像莲蓬中的7只莲子，预示连生7子。今天就是黄道吉日，你把父母尸骨葬在此处山脉最高的主峰上，然后在7座山峰下建上7座空坟，莲蓬豹子风水局就完成了。多谢大哥，我已经安排人在做了，现在应该快完成了。这时候大地突然一阵抖动，晴空万里，却天雷滚滚。李金山顿时吓得脸色大变。大哥，这是怎么了？我帮你改命，遭到了天谴，眼睛看不见了。当陈廷海把父母的坟丘迁到莲蓬豹子穴后，不过1年的时间，他的几个小妾还有年过半百的结发妻子，接连给他生下7个儿子，正应了李金山的那句话：连生7子。喜的妻子陈廷海把李金山照顾得非常周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廷海感觉家里养着一个没用的瞎子，很是晦气。别忘了当初说的那些话，把李金山赶到了马厩，与马同吃同睡，在马厩中认识了做短工李天成，成为忘年之交。
并收为徒弟。陈廷海并不是什么好人，平日里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帮一个恶人点了一处风水宝地，难怪天谴会来的那么快。哎，成儿，我想让你去做一件事，你敢不敢？师傅，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有我不敢干的。好，我让你去破了陈廷海祖上的风水局，莲蓬豹子穴。好，我早被陈廷海欺负够了。成儿，你听好了，千万不能大意。想要破除莲蓬豹子穴，必须要在月圆之夜，日未落山之时，提前找个地方躲起来，等着明月升起，你会看到冒出来一朵莲蓬，然后在莲蓬里蹦出来7个小孩，围着坟丘喊爷爷奶奶。接着你就会看到坟丘里钻出来一对老夫妇，跟着7个孩子玩耍。这个时候你不要怕，要瞅准机会跑过去，一把抓住莲蓬，连根拔起，然后转身就跑。切记，千万不要回头。师傅，如果回头会怎么样？你会被吓死。李天成提前来到莲蓬豹子穴，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等着月色来临。当月光照在坟顶上，一朵莲蓬缓缓地冒了出来，7个小孩从莲蓬里面钻了出来，7个小孩围着主峰，不停地喊着爷爷奶奶出来给我们玩啊！哈哈，稍等一会，爷爷奶奶马上就来。紧接着就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从主峰的坟丘里钻了出来。李天成趁着7个小孩跟2个老人玩耍时，一把抓住莲蓬底部，用尽全身力气把莲蓬连根拔起，接着转身便跑。还我风水灵根，坏我陈家风水，我要你偿命！李天成一口气跑到马厩里，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告诉了李金山。你小子胆子可真大，我们马上离开这里。陈家的风水莲蓬豹子穴被破，陈家迎来了灭顶之灾，7个儿子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全部意外死亡。陈廷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子孙后代一个一个的离开，他无法承受这种打击，成了一个疯。爷爷，我想重开随缘堂。不行，小峰，看看爷爷现在的样子，你若是不想变成这样，以后就不要再提重开随缘堂的事情。李成峰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爷爷残缺的身体，这是他泄露天机太多，帮人逆天改命，遭到了天谴。小峰，爷爷不让你走这条路，也是为你好。干我们这一行的，泄露天机太多，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不想看到你出事，我希望你做个普通人，娶个老婆，生个孩子，好好的过日子。爷爷，你前面的故事讲得真好，是不是真的？这可不是故事。去我的床底下，把下面的箱子拉出来，那里面有个小盒子，你把盒子打开看看，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李成峰把箱子从床底下拉出来，当打开盒子的那一刻，瞬间愣在原地。爷爷，这就是你在莲蓬豹子穴上拔下来的莲蓬？是的，这朵莲蓬叫做7子莲，是地脉灵气所化，西月之精华所成，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地宝。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这一株。看着盒子里的莲蓬，李成峰此时做出一个决定，哪怕变得跟爷爷一样，他也要重开随缘堂。爷爷，我要重开随缘堂。孩子，一旦你踏上这条路，注定会官寡孤独残与财命全无缘，难道你不怕？我不怕。好吧，你想走这条路，我也不拦着你，希望你不要后悔。绝不后悔。好，既然这样，我就让你拜祖师，给你开法眼，传你青天令，正式收你入门。李天成拿出一块令牌交到李成峰的手里，上面刻着3个字青天令。在古代，青天令是钦天监风水师身份的象征，代表着能力与地位。李成峰3跪9叩，拜过7门祖师爷，又用天水洗眼，地土清身，然后接过3盒罗盘仪。小峰，从今天起，你就是奇门一派第108代传人，天水开眼，观日月星辰变化，地土清身，群地气龙脉。切记多行善事，累积功德可免遭天谴，勿要以术伤人，以术害人。孙儿谨记爷爷教诲。这是随缘堂的钥匙，现在就是你的了。爷爷，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这几个乌龟壳还有这串骨头都是你太师爷传给我的，他先事前告诉我想办法破解上面的文字，想破解这些文字真的太难了，恐怕连鬼都不认识。李成峰拿这东西并来到了随缘堂，把卫生打扫干净了下，正准备休息一下，一个20多岁长相清秀的女人出现在门口。打扰一下，请问李老先生在吗？请问你是？我叫叶梦瑶，我是来找李老先生的。我爷爷已经金盆洗手，不再帮人看事，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说。我是李老先生的孙子，我叫李成峰，我爷爷能看的我都能看，我爷爷不能看的我也能看。我是来找李老先生的，我有急事找他，你能带我去见他吗？如果你能带我去见他，我定会重谢，麻烦你带我去找你爷爷好吗？不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来找我爷爷是为了你的父亲吧？你是怎么知道的？就算你猜到我爸爸生病，又能代表什么？整个青州知道我爸爸生病的人很多。我没看错的话，你母亲在你13岁的时候意外去世，你16岁的时候命犯桃花劫，被人……够了，不要说了，你真能治好我爸爸的眼睛？治不好不要钱，如果治好了最少2000块。你能治好我爸爸，我给你10万；如果你治不好我爸，你就带我去见你爷爷。
好，可以。两人达成协议后，叶梦瑶并把李成风带到了家里。梦瑶，这人是谁啊？小姑，他是一个风水师，是我找来给爸爸看眼睛的。年纪轻轻不学好，竟然学着骗人，就你这样的，恐怕连风水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在这里冒充风水师。叶小姐，既然你家里人不欢迎我，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告辞。站住！我们叶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不让我走，难不成还要留我吃饭？敢来我们叶家行骗，不给你点教训，你真当我们叶家没人了？小姑，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找来的，让他走吧。滚吧！以后再来我们叶家行骗，腿给你打断。就在此时，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走了过来。胡大师，您总算来了。叶小姐，很抱歉哈，让你久等了。看到没有，这才是风水大师，也不撒泡尿照照，毛都没长齐也敢自称风水师。胡大师，劳烦您亲自跑一趟，有失远迎，还请见谅。你个骗子，怎么还不滚？我这就走。走之前我想说2句话。叶小姐，想必这位就是你父亲吧？好好照顾你父亲，这2天他还会出事，不出3天，你父亲的腿、肺还有脖子一定会出问题。闭嘴！你这是在诅咒我爸爸吗？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不让你替我爸爸看病，你就诅咒我爸爸？马上给我滚，不然打断你的双腿，撕烂你的臭嘴！李成风很是无语，自己好心提醒，却被当成了恶意。当李成风回到随园堂，就看见门口一男一女。先生，我儿子在水库里洗澡被淹死了，尸体到现在还没找到，我该怎么办？我想看他最后一眼，求求你帮我们找找孩子吧，只要找到孩子，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找人，你们应该找搜救人员，他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孩子的。求求你帮我们找找儿子，我们和搜救人员已经找了他好几天也没找到，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看着两人苦苦哀求，最终还是心软了，决定帮他们找回孩子的尸体。你们的孩子是因为什么意外在那里出事的？孩子放学后去青城水库里洗澡，一个同学不小心滑进了深水区，我孩子便想过去救同学，没想到被同学一把抓住带入了水底。救援队已经搜救了3、4天，依然没有找到2个孩子的尸体。你们去买2个葫芦，之前香烛还有2只公鸡，我随后就过来。几人很快便来到了青城水库，水库的面积非常大，最深的地方接近30米。李成风把2只公鸡放在水库边上，然后在公鸡前面点上了清香、冥币、蜡烛，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对2只公鸡说话。接着把2个葫芦放到公鸡的身边，当葫芦落地的那一刻，2只公鸡竟然一歪，瞬间失去了生命气息。把你们孩子的生辰八字告诉我。壬辰、庚戌、丁未、乙巳。天皱皱，地皱皱，且。李先生，怎么回事？葫芦怎么不动了？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在下面？2位，麻烦你们回避一下。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孩子是不会出来的。孩子不想看到你们伤心的样子，也不想你们看到他们现在的样子。2人刚走完，只见水面上翻起大大浪花，一个小孩的从水面上钻了出来。没过一会，另一个小孩的尸体也被带了出来，另一个小孩的手牢牢抓住前面小孩的手腕，2个小孩的尸体全部钻出水面，他们像是活着一样，紧跟在2只葫芦后面，缓缓地来到路面。随后，小孩的父母赶了过来。这个水库里有脏东西，以后离这个水库远一点。好的，先生。挖个坑，把这2只鸡埋了。好的。说完，李成风便转身离开。也没提前的是，当回到随园堂时，发现门口站着2个女人，正是前2天把他赶出叶家的叶无双和叶梦瑶。你个该死的东西，去哪里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等了你那么久。我去哪里关你们什么事情？我又没让你们在这里等我。你个该死的东西，怎么跟我说话的？信不信我撕烂你的臭嘴？小姑，不要闹了，我爸爸还在医院里躺着的。臭男人，你给我等着，咱们的账日后再算。李先生，对不起，那天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你从叶家赶出去，不该看不起你，不该嘲讽你，还请你原谅我。你若是来道歉的话，没那个必要，我根本就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请回吧，我不想看到你们。先生，求求你放过我爸爸，那天是我得罪了你，跟我爸没有任何关系，求你收回诅咒，不要伤害我爸爸。叶小姐，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根本就没在你爸爸身上下咒，你爸爸变成这个样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一个骗子，根本就不会什么下咒，你们不要再缠着我了，好吗？该死的东西，你那天离开我们叶家时说的那些话，难道你都忘了？你说我哥3天内腿、肺、嗓子会出问题，现在全部应验了，我哥变成了瘸子、哑巴，还患上了肺痨。你现在说不是你下的诅咒，我们会信吗？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说吧，你要多少钱？只要你解除我哥哥身上的诅咒，你要多少钱？我们叶家都给。你们还有完没完？告诉你们，我不会下咒，我就是一个骗子。你若不会下咒，我爸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你还说你不会下咒？说吧，需要多少钱你才肯解除我哥哥身上的诅咒？实话跟你说，你爸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不是他命运的问题，就是你家风水有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臭娘们，你不是很凶吗？告诉你，用不了3天，你也会变成瞎子，变成哑巴。李成风的话刚刚说出口，叶无双满脸愤怒，指着李成风破口
口大骂，可是刚骂了没几句，就惊恐地捂着眼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梦瑶，你在哪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小姑，我在这里。梦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快带我去找胡大师，我不要变成瞎子。李成风，你真的好狠毒！我叶家跟你无冤无仇，你先是诅咒我爸爸，这又诅咒我小姑。李成风，如果你不解除我爸爸和小姑身上的诅咒，我叶梦瑶跟你势不两立，不死不休。姓李的，你给我等着，我们叶家跟你没完。唉，都怪这张臭嘴。晚上，李成风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中看见两个小男孩，正是白天用葫芦寻尸术找到的两个溺水小孩。哥哥，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感谢你的，谢谢你把我们从水里找出来，能让我们的爸爸妈妈看我们最后一眼。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不用放在心上，希望你们早日投胎，下辈子离谁远一点。哥哥，你能帮我们给爸爸妈妈捎一句话吗？可以，你们讲。谢谢哥哥，麻烦你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不要想我们，忘了我们，开开心心的活着。李成风眼含泪水点了点头。两个小孩接着告诉他，青城水库里有一条会发光的鱼，他们就是被那条鱼拉进水里的。看着两个小孩消失不见，躺在床上的李成风突然惊醒，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应该是一场梦。就在此时，外面传来叶梦瑶愤怒的嘶吼声：李成风，你个大混蛋，赶快给我滚出来！叶小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爸和你小姑变成瘸子和哑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好不好？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这里是10万块，只要你解除我爸爸和小姑身上的诅咒，我再给你90万。叶小姐，钱不钱的都无所谓，我这个人是金钱如粪土，主要是你对父亲和小姑的一片孝心打动了我。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我答应你解除你爸爸和你小姑身上的诅咒。想要解除诅咒，我必须先去你们叶家的祖坟墓地看看。为什么要去我们叶家的祖坟？这跟解咒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不去你们叶家的祖坟看看，我解不了你爸爸和小姑身上的诅咒。叶梦瑶带着李成风来到叶家墓地，李成风看了看这里的风水局，好一处金龟孵蛋的上城风水局。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家祖上的风水局叫做金龟孵蛋，你们叶家之所以有钱，都是此处风水局金龟孵蛋的功劳。在风水学术上有一句话叫做金龟孵蛋，家财万贯，你们叶家能有今天？胡扯，我们叶家有钱跟这个风水局没有任何关系。风水这种东西就是古代的封建迷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就不信风水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能影响人的财运。叶小姐，请问这是什么？手机。两个手机相隔千里，为什么能通话？因为手机能接收信号。那你能看见手机信号的存在吗？我们看不到手机信号，是不是就要否定手机信号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比如磁场、空气，难道你也否定它们的存在？我们看不到手机信号、空气、磁场，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风水气场的存在就像手机信号，我们虽然看不到它，它却真实的存在。你可以不相信它，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存在，这是对古人的不尊重。风水是超出科学的存在，懂吗？哼，不管你怎么说，在我眼里风水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你既然相信风水不存在，又怎么相信是我诅咒了你爸爸和你小姑？我会让你亲眼看到风水的存在。我们先看看叶家的祖坟。金龟孵蛋风水局的葬法非常讲究，墓穴位置不能选在龟背上，必须选在龟下面。如果把墓穴选在金龟背上，那就不是金龟孵蛋了，那就叫做金龟背蛋。风水界有句话叫做金龟背蛋，全家完蛋。李成风忽然看见一棵粗细的刺槐树，坟顶长树，儿孙无路，老树穿关，子孙归天。此墓大凶，这座坟墓里埋的是你什么人？你问这个做什么？因为你爸爸和你小姑之所以会变成瞎子和哑巴，就跟这个墓穴有关系。这座坟墓里埋的好像是我太爷爷。树有吉凶之分，俗话说吉树栽在坟边上，子孙后代身体棒；凶树栽在坟丘上，全家老小病殃殃。少在这里忽悠我，我才不会相信你说的鬼话。就是坟顶上长一棵树，怎么可能影响到活人？你们叶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我没看错的话，你们叶家子孙生病的恐怕不止你爸爸和你小姑，应该还有很多人，同样是眼瞎、腿瘸或是变成哑巴。你是怎么猜出来的？这可不是我猜出来的，我是在你太爷爷墓穴上看出来的。如果不把这棵树的问题解决掉，你们叶家子孙生病的人会越来越多，用不了多久你也会出事。你告诉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把这棵树给砍了就行？如果是一棵小树，树根没有扎进棺材里，可以直接砍掉，对风水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这棵树已经有些年份，如果直接砍掉会伤到子孙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棵树移栽到别的地方。祖坟动土这不是一件小事，要我爸爸来拿主意，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李先生，民间的诅咒术真的存在吗？民间的诅咒术的确存在，但用诅咒术诅咒一个人却是非常的麻烦，并不是随便说两句就能让一个人变成哑巴、变成瘸子的。如果随便说两句就能让一个人变成瘸子和哑巴，这个世界还不乱套了。对不起，是我误会了你。没事，我不介意，咱们之间不过就是一场交易。你是不是真的会诅咒术？会，但我们奇门中人从来不会用咒术害人，因为用咒术害人会遭到天谴的。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医院。爸，我是梦瑶，我找到治好你病的方法了。旁边李成风把叶家祖坟风水出问题的事情讲了出来。刚说的金龟孵蛋风水局，李顾长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叶先生，如果你同意移走那棵树的话，就请点点头；如果不同意就算了。谁敢动我叶家的祖坟，我叶家跟他势不两立。我动太爷爷的墓穴，跟你一个旁系子孙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叶家的事情？做好你的事情，不要多管闲事，懂吗？
吗？旁系子孙怎么了？现在的叶家就是我们旁系子孙在管理，你们直系子孙不是变成了瞎子，就是变成了哑巴，估计你也快了。我来的时候，三爷爷已嘱咐我，因为叶无双、叶孤城同时生病，荆州叶家的产业现在全部由我来管理，包括叶家的祖坟墓地，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动。叶无名，你不要太过分，我可是叶家的直系子孙，不然等我去京城把这件事告诉爷爷，爷爷肯定不会放过你。我就过分了，难道不行吗？那个糟老头能不能活到今年年底还是一个未知数，你告诉他又有什么用？你以为现在的叶家还是以前的叶家吗？现在的叶家是我们旁系子孙说的算。叶小姐，很抱歉，我家里还有事，先行告辞。刚才是你提议要动我叶家的祖坟，我刚才就是胡扯八扯，我就是一个骗子，根本不懂什么风水。这位大哥，麻烦您让一下，我这就回家，以后再也不出来骗人了。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最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我不管你会不会看风水，我们叶家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不然会死得非常难看，你的明白？我明白，我非常明白。华夏千年来一直有风水一说，死后葬法更是讲究，甚至当风水看成一门学科，因此就有了风水师一脉。卧槽，这个女人怎么又来了？我又不是瘟神，你为什么躲着我？你不是瘟神，你比瘟神还要可怕。你们叶家的事情我管不了，等下我就把10万块钱退给你，请你不要再来找我，好不好？不好，只要你治好我爸爸的病，我可以答应你的任何条件，哪怕让我做你女朋友，我也不会拒绝。我是钢铁直男，不需要女人，马上给我滚！我不想看到你。大哥，您怎么来了？赶快里面请。把这个破店给我砸了！大哥，请您高抬贵手，我还指望这个小店吃饭。滚开，不然连你一起砸！两个大汉冲了进去，看见东西就砸。今天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让你常常记醒，记住以后不准跟叶梦瑶有任何来往，如果不听话，下次打的就是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听话，我从小到大就非常听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灭他满门。对不起，那10万块钱就当我赔偿你的损失，我以后不会再来烦你。我答应你，帮你把那棵刺槐树移走，治好你爸爸和你小姑，还有叶家的直系子孙。2天以后就是迁坟动土的黄道吉日，切记，无论是迁坟动土还是移世栽树，都要选在清晨，日为东升之时。还有找人帮忙移树，属相为鸡狗猴猪的人不能用，最好全找属相为龙的。好，我知道了。你知道叶无名的生辰八字吗？知道，叶家族谱上全有。你查一下叶无名的生辰八字，再弄一点叶无名的头发或是指甲给我。你要他的头发和指甲干嘛？我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诅咒术。晚上李成风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感觉屁股连踹了2脚。小滑头，赶快给我起来！谁？你是谁？小混蛋，连我是谁都不认得，亏你还在我面前3跪9叩。你是祖师爷？你个小滑头，祖师爷的饭桌都被人掀了，饭碗也被砸了，你还跟个傻逼似的站在那里笑。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徒子徒孙？本仙限你3日之内让那3个混蛋付出代价，不然我就把你带走。您放心，我肯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您可不要生气，千万不要把我带走。那个瓷香炉碎就碎了，明天我就给你老人家买一个金香炉。李先生，这么早就出去，有事吗？我在叶无名房间外面的垃圾桶里翻了好久，才找到这些东西。你什么时候让我见识一下诅咒术？你先到里面等下，我去买个东西。没一会就买来个精致的香炉，放在供桌前。祖师爷，你等着，我这就替你报仇，让那个混蛋付出惨重的代价。把叶无名的指甲和头发拿过来。给。这几个毛发怎么弯弯曲曲？我记得叶无名的头发好像不是弯的，这哪是什么头发？明明就是男人的鸟毛。李先生，里面的头发和指甲有什么不对吗？你愣在这里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只是在想用什么诅咒术。你准备用什么诅咒术？诅咒叶无名？民间禁术缩阳咒。什么是缩阳咒？中了缩阳咒的人会怎么样？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这种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就不能知道缩阳咒是什么吗？我不管那么多，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什么是缩阳咒。见得如此执着，李成风只好告诉他什么是民间禁术缩阳咒。中了缩阳咒的男人会失去男人的功能，小鸟和鸟蛋会缩到肚子里。你是不是不相信？没有亲眼看到，我肯定不会相信。这个事情听上去太玄乎了。今天我就让你亲眼见识一下民间禁术缩阳咒的厉害。想对一个人下咒，首先要扎一个稻草人，稻草人就是下咒的主要媒介。是因为人吃五谷杂粮，身上有着五谷之气，所以在扎稻草人的时候，必须要选用五谷之根。李成风取来一个稻草人和写着叶无名生辰八字的黄纸，还有他的指甲和毛发，全部扎到了稻草人里。天咒咒、地咒咒、八方神兵来诅咒，白咒咒、夜咒咒、日夜游神来诅咒，神咒咒、鬼咒咒、五鬼阎罗来诅咒。李先生，这样就好了吗？还有最重要的一步。接着拿起一枚棺材钉，钉到了稻草人的2腿之间。这下好了。李先生，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叶无名，你找我有事吗？大小姐，不得不说你真的很漂亮，自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上了你。你想干嘛？我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只要你满足了我，你还是叶家的大小姐，不然你将会一无所有。你现在可以离开，可是你要考虑清楚，你爸爸和你小姑都在医院里躺着，他们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你想让我怎么做？把衣服脱了，去沙发上躺着。只要你保证不伤害我爸爸和小姑，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只要你满足我的需求，我绝不会伤害你爸爸和小姑。说完，叶无名着急地解开上身的衣服。当他把衣服全部脱下来，低下头看了一眼，目瞪口呆。怎么回事？我的小鸟哪去了？我的鸟蛋怎么也不见了？我的小鸟呢？我的鸟蛋呢？怎么都不见了？叶无名，你行不行啊？小鸟呢？我的小鸟呢？我的鸟蛋呢？我的小鸟怎么不见了？我的小鸟去哪了？我原本还以为你是一个男人，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太监。呸，太恶心了！你到底行不行？行的话就来，不行的话就滚。本小姐可不想跟一个太监浪费时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等着！我迟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行医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情。小鸟和鸟蛋怎么会缩到肚子里？这样的病在整个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几例。我的小鸟和鸟蛋怎么就突然不见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好不好治？能不能治好？你不要激动，这个病非常罕见，我们要进行专家会诊，研究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法。你知道吗？墓地里栽树有吉凶之分，俗话说，吉树栽在坟边上，子孙后代身体棒；凶树栽在坟丘上，全家老小病殃殃。你确定这些人属相没有鸡狗猴猪？你放心吧，我都看过他们的证件，这些人的属相全部是龙。你不用去墓地，在车上等着。为什么不让我去？因为你是女人。女人为什么不能去？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女人本命属阴，无论是迁坟动土，还是清明节、中元节给祖先上坟烧纸都不能去。俗话说，女人上坟霉运进门，因此上坟祭祖不能带着女人。各位大哥，等下不管看到什么东西，你们都不要害怕。放心吧，我们什么东西没见过，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没错，我们都活了一把年纪，什么妖魔鬼怪都见过。叶家的各位先祖，多有打扰，还请见谅。我乃奇门一派传人李成风，受你们叶家子孙之邀，替你们叶家子孙化灾解难，还请各位叶家先祖先行避让，不然叶家定会断子绝孙。我想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卧槽，那是什么？太吓人了，鬼火！别怕，他们不会伤害你们。开坟动土，吉神回避，凶神避让。不过20分钟的时间，坟墓便被挖平。李成风看着扎进棺材的树根，树根穿棺，子孙归天，把树根全部斩断，然后把这棵刺槐树抬到一边，等下找个地方把树重新栽上。好，当把树移开，李成风看见很多树根已经扎进了窟窿里。大哥，你能不能找几个人把棺材里的树根全部清理出来？各位大哥，帮个忙好不好？不好，要下去，你自己下去，我们才不去。谁愿意下去清理树根？每个人再加2万块钱。听见加钱，大伙才开始清理。清理完，把棺材重新盖上，把坟墓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各位叶家的先祖，我们已经忙完了，你们可以回来了。你想干嘛？这位小天师，谢谢你救了我们叶家，叶家一定会报答你的。太吓人了，太特么吓人了！我以后再也不接这种活了，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接。李先生，那棵树移走了没有？还是让这些大哥讲给你听吧，我有点困了。旁边干活的工人便给叶梦瑶讲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我不相信，坟墓里怎么可能钻出鬼火？就算能钻出鬼火，这些鬼火也不可能听他指挥啊！梦瑶，你在哪里？听到爸爸说话了没有？爸爸，我听到了。你的眼睛和身体好了没有？不知怎么回事，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能看见东西了，也能说话了，我的腿和肺也都好了，真的太奇怪了。叶梦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的描述了一遍。梦瑶，李先生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想见见他。他正在我的车上睡觉，我这就带他过去。这时，京城叶家叶晴天突然在梦中惊醒。我的眼睛能看到了。与此同时，那些叶家的直系子孙惊奇地发现身上的疾病全没了。爷爷，不好了！混账，谁让你跑进来的？有什么事情等我睡醒了再说。爷爷，等不及了，我必须告诉你，叶晴天那个老东西的眼睛突然好了，还有那些叶家的直系子孙，他们的身体在一夜之间都恢复了健康。什么？吴刚，赶快去备车，我要去见佐藤大师。佐藤大师，你这是怎么了？3年前我在你们叶家祖坟上布下的鬼怀穿棺术，是不是被人给破了？佐藤大师，您真是神人呀，连我们叶家祖坟被人动过的事情都能算得出来。闭嘴！你为什么不找人看守那棵树？如今鬼怀穿棺术被破，我也遭到了反噬。你个混蛋，是不是想害死我？这也是我一时疏忽，不知让什么人动了坟顶上的那棵树。现在叶晴天还有那些叶家的直系子孙，身体都恢复了健康，叶家所有的权利肯定会被他们拿回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要亲自去一趟青州。李先生，这次多亏有你，不然我们叶家真的就完了。大恩不言谢，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只是拿钱做事，你也不用感谢我，我还有事，先行到此。梦瑶，送李先生回去。叶先生，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哦，请讲。你们叶家子孙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祖坟上被人动了手脚，在祖坟上动手脚的人应该也是一名风水师。我想他已经察觉到刺槐树被移走的事情，那个风水师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这件事情还没有完，你们小心一点。多谢先生。不用谢，咱们之间不过就是一笔生意，记着把剩下的钱转给我，切记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把刺槐树移走的。祖师爷，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又惹您老人家生气了？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因为你被人给骗了，你
你给我买的金香炉全是假货，我们奇门一派怎么会有你这种蠢货？连黄金都不认识，真的太丢人了。李成风看着吊色的金质香炉，用刀刮了下，花了10几万，竟然买了一堆假货，然后便来的盛海金店找哪些奸商要个说法。你们这些奸商，我花了10多万在你们店里买的香炉果盘，竟然全部是假货，马上给我退钱！这位先生，我们店里卖的所有产品都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绝对不会有假货，请你不要污蔑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你们还要不要脸？我这些东西就是在你们店里买的，你们竟然不承认？你看下这个香炉又是怎么回事？我们把物品交给你的时候，全部是999纯金，如今过了2天多的时间，你又把东西拿回来，说是假货，要求我们退钱，这也太不合理了。我今天才发现黄金是假的，前2天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位先生，你就不要在这里解释了，大家都是明白人。好，你们这样玩是吧？李成风出了门，经过垃圾桶时，发现一只病死的流浪猫。看着病猫的尸体，脑海中想到了一个民间风水禁术：3尸当菜。所谓的3尸，就是病死的猫、无毛的死乌鸦、瘦死的蝙蝠，这些都是大衰之物，晦气非常重。为了找乌鸦还有蝙蝠，李成风来到农村同学王斌家。当走进村子时，李成风看到村子里弥漫的煞气越来越重，大白天时常传来鸡鸣狗叫、牛嚎之声。斌子，你们村最近是不是经常出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一进你们村子，就看到你们村子被一股黑煞之气笼罩，听到村子里鸡鸣狗叫，六处不安，这是典型的大凶之兆。你们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村子上以前也是风调雨顺，六处兴旺，全村人没有一个生病的，有钱的、当官的特别多，不知怎么回事。不过半个月的时间，不是破产的，就是被抓的。村里人的身体也都越来越差，这已经去世9个老人了。六处不安，家宅不宁，人亡财消，官印落地，日夜出病，这可是大凶之兆。这个村子上的人若是不搬走，可能会全部死光。你们村上是不是在杀牛？这个牛叫的声音也太瘆人了。什么牛叫声？我怎么没有听到？2只牛叫的声音就是在那边传来的，你竖起耳朵好好的听一下。成风，你是不是听错了？哪有什么牛叫的声音？我不可能听错的，真的有2只牛在叫，我能听出来。老牛的声音中还带着恐惧和害怕，相信我，就是在村东边传来的。我想去那边看看，好不好？走了没有多久，李成风看到了一只青石雕刻的老牛，还有一只青石雕刻的小牛。牛叫的声音正是在这2个青石雕刻上发出来的。成风，你不会告诉我，牛叫的声音就是在这2个石头牛身上传出来的吧？你猜的没错，牛叫的声音正是这2个石头牛发出来的。你可不要给我开玩笑，这个石头牛怎么可能会叫？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李成风看着2只石头牛抬着头面朝村庄，好像正在叫唤，身后是一片田地，旁边还有一棵梧桐树。根据石头牛摆放的方位与动作，已经看出这不是普通的石雕，而是一处风水局。我没看错的话，这2个石头牛应该是双牛换庚的上乘风水局，并且还是有了风水灵体的上乘风水局。别在这里胡诌八扯了，走，赶快去我家喝酒，等下菜都凉了。就在这时，有一个老人扛着农具在旁边路上经过，听到双牛换庚4个字，停住了脚步。小伙子，你是怎么知道这2座石头牛是上乘风水局双牛换庚的？大爷，我是一名风水师，精通一些奇门风水，自然能认出此处的风水。那么年轻的风水师，我还是第一次见。六叔，这2个石头牛真是风水局，还叫什么双牛换庚？没错，这2个石头牛已经在这里200多年了。这些事我也是听上一辈讲的。200年前，咱们这个村并不叫石牛村，而是叫下河村。那时候咱们村子非常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养什么死什么。后来咱们村请了一个风水师，他自称是3元一派龙门8局的传人，说咱们村子建在了地形位上，让我们举村搬迁。当李成风听到3元一派龙门8局时，心中暗暗吃惊。3元一派龙门8局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风水一派，主要为皇室服务。龙门8局先天观水法至今仍有流传。刚开始村里的人都不愿意搬，那个风水师掐指一算，说什么的行将至，天劫一到，让我们村子的人3天内离开，不然就会大祸临头。那时候没有人相信，谁曾想连续3天大雨，夜里突然发了一场大水，把整个下河村冲得一干二净。还好那个风水师没有离开，黑天半夜跑到下河村，把所有的村民喊醒，提前跑到了高处，村里的人才免遭遇难。后来呢？村子的人搬了没有？后来下河村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建了一个村庄，风水师让人雕刻了2尊石头牛放在村子的东面，又在旁边栽了一棵梧桐树，说是给2个石头牛乘凉遮雨。风水师做好一切便离开了下河村。他在离开前还留了一句话，说2个石头牛是他部下的上乘风水局双牛换庚，如今机缘不到，等机缘到了可保此处村民安居乐业。什么叫机缘未到？后面机缘到了吗？六叔你快讲啊。村里的老百姓也不明白什么是机缘未到，直到2年后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一个老妇人带着一个小孩子冻死在2个石头牛旁边。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村东边传来老牛和小牛的叫声，后来才发现竟然是2个石头牛发出来的。此时有人想到了那个风水师
师说的上乘风水双牛换庚。从此以后，村民听到牛叫的声音就去地里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庄稼的收成越来越好。从那以后，附近的几个村子遇到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唯独石牛村风调雨顺，村子里有钱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很多人当了大官。为了纪念那个风水师，很多村民提议把下河村改成了石牛村。你敢信这2个石头雕的牛既然会叫，原来他们是某风水师布下的上乘风水局双牛换庚。六叔，这2个石头牛真的会叫？我小时候还亲耳听到过他们叫，不知为什么现在也听不到了。六叔，你小时候真的听到过石头牛的叫声？听到过，还不止一次。六叔，我这个兄弟他刚才也听到了石头牛的叫声。小伙子，你现在还能听到石头牛的叫声吗？这2个石头牛的叫声好像很痛苦。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村子现在六处不安，家宅不宁，肯定与双牛换庚风水局有关。应该是有人在风水局上做了手脚。你说有人在风水上动了手脚？没错。最近你们村子有没有来过什么陌生人？半个月前有2个岛国人来过我们村子，那2个岛国人找到我们村长，想买这2个石头牛，我们村长没卖给他们。2个岛国人怎么会跑到小山村买这2个石头牛？算一下时间，在双牛换庚风水局上动手脚的人，应该就是那2个岛国人。我们村跟那2个岛国人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要在石头牛上做手脚，破我们村的风水？民间有传闻，有一帮来自岛国9局一流的阴阳师，行走在大夏土地上，专门破除各种风水局，同时还会布置一些凶局风水，想要遏制大夏的国运。曾去过昆仑山，想破掉大夏的主龙脉，毁我大夏国运。在昆仑山与守护大夏龙脉的护龙卫相遇，那些进入昆仑的阴阳师都惨死在昆仑山中。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千百年来，这些岛国人亡我大夏之心不死，真的太可恶了。程峰，什么是护龙卫？我听爷爷说过，护龙卫是大夏官方跟3元一派龙门8局创建的一个神秘组织。护龙卫的成员有的精通8局风水，有的精通道门玄术，还有一些武道高手。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守护大夏的龙脉，免遭贼寇破坏。能加入护龙卫的人都是非常厉害的高手。这些该死的岛国人迟早会遭报应，不得好死。小先生，你也是一名风水师，能不能看出那些岛国阴阳师在什么地方做的手脚，帮我们村子化解这一次灾难？大爷放心吧，我会尽力的。程峰，这是怎么回事？2个石头牛怎么还会流血？好很多，他们用的竟然是地煞解牛术。什么是地煞解牛术？地煞解牛术是引72方位地煞之气，借地煞之气冲撞石头牛，把石头牛分尸，从而达到破除双牛换庚风水局的目的。如今已经过去20多天，如果等到7749天，这2个石头牛就会4分5裂，被分成72块。等到那个时候，整个村子上的活物都会死得一干二净，包括老鼠、蚂蚁，甚至连蚯蚓，还有厕所里的蛆虫都难逃一劫。正在这时，村长王起来和村民闻讯赶了过来。你是什么人，敢在我们村上妖言惑众、胡诌八扯？信不信我报警把你抓起来？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告诉你？村长，咱们村上的鸡鸭牛羊之所以会死，很可能是那2个岛国人干的，是他们在这2个石头牛上做了手脚，才导致我们村六处不安，家宅不宁的。我这个同学是一名风水师，他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哪有什么岛国人？不要乱说，我可没见过什么岛国人。难道你忘了半个月前有2个岛国人来咱们村上想买这2个石头牛，还是我把他们带到你家去的？那天的确有2个岛国人来我们村子想买这2个石头牛，但是我没有卖给他们。这2个石头牛可是咱们村子上的宝贝，不管他们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这位村长，你确定没把石头牛卖给那2个岛国人？就算你没卖掉这2个石头牛，估计你也跟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乱讲，这是我们村自己的事情，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你一个外来人，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再敢乱说话，我让你走不出这个村子。王起来，你给大伙说实话，你是把石头牛卖了，还是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如果你没答应，他们怎么敢在石头牛上做手脚？这可关系到咱们村2000多口人的性命，你最好给大伙实话实说。不就2个石头牛吗？我卖就卖了，那可不行了，这个也不犯法。这2个破石头我卖了150多万，你们说值不值？用这些钱给咱们村上修桥铺路，不好吗？王起来，你糊涂呀！这2个石头牛是我们村子的守护神，你怎么能把它们卖掉？我是村长，我想卖就卖，你能管得着吗？就在此时，不远处的天空突然传来乌鸦的叫声，一群乌鸦飞到了村子里面，咕咕乱叫。紧接着，又有一群的老鼠在旁边跑了出来，跑得非常快，逃命似的离开了村子。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乌鸦怎么会飞到我们的村子里？乌鸦哭丧，老鼠搬家，大凶之兆，大凶之兆！你在妖言惑众，胡说八道，我这就报警把你抓起来。我没有妖言惑众，我说的都是事实。各位书审大爷，他是我同学，也是一名风水师，他在青州城开了一家随缘堂，专门帮人解梦测字点风水，身上是有真本事的。我们村子上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每天都有人去世，肯定跟这2个石头牛有关。他能听到2个石头牛在叫，叫的声音非常凄惨。我相信他说的话能帮我们村化解这次灾难。你是随缘堂的李先生？我是。李先生，我认识你。前几天我妹妹家的孩子在水库里洗澡被淹死了，尸体就是找不到，是你用葫芦把尸体给找出来的。那天我就跟在你后面，你用葫芦找孩子的一幕，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真的太神奇了。我们村子这些天发生了很多怪事，鸡鸭牛羊死了很多，我家孩子的爷爷奶奶前2天也相继去世，孩子爸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村子，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他们不给你钱，我给。村长，你不是要跟我讲科学吗？你用科学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石头牛身上为什么会流鲜血？这2个石头牛已经被我卖给了岛国人，你们谁都不能动，谁要是动了，看我怎么收拾他。我是村长，这个村子里的一切都是我说的算，谁敢不听我的，以后在这个村子上别想有好日子过。王起来，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说这样的话？没有我们村
村老少爷们的支持，你在这个村上狗屁不是。王喜来，我们选你当村长是因为信任你，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没经过全村村民的允许，你就偷偷摸摸把2个石头牛卖给了岛国人，你可真够不要脸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敢做，我们能选你当村长，也能选别人当村长，你就等着下台吧。王喜来见引起了众怒，眼见形势不对，便溜之大吉了。李先生，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村子。大姐，你就放心吧，我既然遇到了这件事，肯定不会袖手旁观。李成风发现双牛换更上城风水局被岛国人破坏，便决定帮村民破解。李成风根据鲜血落地的位置测算出72地煞方位，便让村民在他做标记的地方往下挖。俺得娘哀，吓死俺了！这下面有东西，这里面埋的会是什么东西？挖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没多久又挖出来很多东西，有牛肝、牛肺、牛腿、牛体、牛肚、牛尾巴，整只牛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残躯，每一块残躯上都插着一把刀，全部加起来正好是72块，正好埋在72地煞位。李先生真的好厉害，他竟然能精准的猜出哪个地方有埋的牛躯体。李先生绝对不是猜出来的，他应该是算出来的。这些刀子都是在牛活着的时候插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牛死得更痛苦，增加牛死前的怨气。牛的怨气越大，煞气就会越大，这样就可以快速凝聚地煞之气，冲撞双牛换更的风水局，以此来破掉双牛换更的风水局。这2个岛国人真的是畜生不如，手法太残忍了！不要让我遇到他们，若是让我遇见他们，我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这些牛的躯体上全部沾染了地煞之气，把牛的躯体全部烧掉。在烈火的烧灼下，一股股黑烟在牛的躯体里冒出来，正好72股黑气向青州城区的方向飞去。剑二君，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要吓我！牛石头破。剑二君，你这是怎么了？你说话呀！你不能死，你哥哥这2天就会来青州，你可不能死啊！你若是死了，我怎么向你哥哥交代？成风，这样就可以了吗？我们村子还会死人吗？应该不会了。这几天你们最好找人守着2个石头牛，那2个岛国人一定还会回来。好，我知道了，我们先回去吧。说吧，你来找我什么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玩了吗？少来了，你若是没事，肯定不会来找我。我来你这找无毛的乌鸦，还有瘦死的蝙蝠。你找这些东西做什么？害人。这无毛的乌鸦和瘦死的蝙蝠，怎么还能用来害人？这也太离谱了吧！斌子，你若是不相信能找到无毛的乌鸦，还有瘦死的蝙蝠，你跟我一起回青州，我让你亲眼见识一下民间禁术3师挡财的厉害。第2天早上，2人就进山里寻找。为什么要无毛的乌鸦、瘦死的蝙蝠？还有乌鸦怎么可能会没有毛？普通乌鸦和蝙蝠不行吗？你可听过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故事？知道，羔羊跪乳就是小羊羔跪着吃奶，乌鸦反哺就是乌鸦小的时候，乌鸦妈妈找食物给小乌鸦吃，等乌鸦妈妈老了不会飞了，小乌鸦就会找食物给老乌鸦吃。你知道老乌鸦为什么不会飞吗？不是因为老了吗？其实乌鸦不会飞，并不只是因为老了，而是因为乌鸦老了以后就会褪毛，然后长出新的羽毛。乌鸦换毛的期间是不会飞的，必须有小乌鸦找食物给老乌鸦吃，帮助老乌鸦度过换毛期，因此才有了乌鸦反哺的故事。如果一只老乌鸦在褪毛期间没有小乌鸦找食物，老乌鸦就会吃身上的羽毛，身上的羽毛会被吃得一干二净，然后死在鸟窝里，这就是无毛的乌鸦。至于瘦死的蝙蝠，蝙蝠太老了无法觅食，只能吃其他蝙蝠的粪便，由于营养跟不上，活活瘦死的。在风水师的眼里，这就是大衰之物。2人找了半天，终于把乌鸦、蝙蝠找齐，便一起回了随园堂。祖师爷，您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些骗子付出代价，替您老人家出一口恶气。这套铜制的香炉，您就先凑合着用，等我挣了钱再给您老人家买一套纯金的。成风，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什么时候用民间禁术3师挡财，教训圣海金殿？想不3师挡财术，还要选一个3破日。巧了，今天正好就是3破日。什么是3破日？为什么要在3破日这一天布3师挡财术？所谓的3破日，指的就是破财、破身、破运。3破日也被称为大凶之日。如果有人命犯3破日，这一天会非常倒霉，运势极差，不仅会破财，还有血光之灾。就凭这3种动物的尸体，真能挡人财运，让人倒霉？这也太扯了吧！人生于气，则不是气，气乃人生存之本。气也分很多种，比如煞气、衰气、浊气、晦气、污气、灵气、财气等各种气场，每个地方的气场也不一样，这就是气对人的影响。3师挡财术之所以能改变一个人的财运，正是因为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气场，把财气变成了衰气与晦气。说了你也不懂，你不信就算了。晚上2人便来了圣海金殿门口。成风，接下来怎么做？小点声，甲乙东北是财神，丙丁向在西南巡，戊己正北做方位，庚辛正东取安身，壬癸原来正南坐，便是财神方位针，明财位、暗财位、流年财位。李成风把3师挂在了圣海金殿招牌的后面，乌鸦的尸体挂到了明财位上，把蝙蝠的尸体挂到了暗财位上，把病猫的尸体挂到了流年财位上。成风，那个民间禁术3师挡财，你是不是不好了？不好了。3师挡财术既然不好了，接下来圣海金殿会发生什么？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我也是第一次用3师挡财术害人。接下几天里，原本生意兴隆的圣海金殿每天都有数百万的营业额，不知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店里的生意却是一落千丈。店里2名女店员更是一位突然流产，一位发生车祸。成风，圣海金殿的生意这几天一落千丈，还有店里2名女店员流产，车祸现在都在住院，难道真是3师挡财术起了作用，挡住了圣海金殿的财运？应该是的，3师挡财术不愧是民间禁术，还真能挡人财运。不愧是民间禁术，真的是太
牛逼了！你能不能教教我？以后谁要是得罪了我，我就在他家门口布一个30挡财树，挡住他家的财运，让他们全家倒霉。不行，就凭你说的这句话，可见你心术不正，有害人之心。我要是把民间禁术传给你，这个世界还不乱套了？那2个住院的店员也30挡财树造成的吗？30挡财树的那一天是3破日，能让人破财、破身、破运。现在出现的血光之灾，正是破身。那该怎么办？盛海金店里的人是不是还会出事？会不会出人命？我也没有想到，民间禁术30挡财竟然会如此的暴力，不仅能挡财，还能让人送命。我只是想教训一下盛海金店，并不想伤人性命。如今已经有2个女店员住进了医院，她们骗了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晚上去把30挡财破了。我以为布30挡财树多难呢，原来就是把他们的尸体挂在门上面。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屏幕前看视频的也应该会。卧槽，程峰，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动物的尸体怎么还活过来了？冰子，快跑！我一定是在做梦，刚才看到的那些一定都是假的。程峰，我是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对吗？是的，我们在做梦，你还在梦里尿了裤子。都是你害的，害得我尿了裤子。你必须给我买条裤子，补偿我的损失。好，我给你买2条。真没想到病猫的尸体、乌鸦的尸体，还有蝙蝠的尸体已经化灵成妖了，大衰之物变成了大凶之物。祖师爷，我是不是做错了？你没有做错，你这是在伸张正义，替天行道。如果你不这样做，还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你做的是一件好事，记住，身为我奇门一派的弟子，要时刻牢记替天行道，惩恶扬善，才可免遭天谴。多谢祖师爷教诲。不要谢我，你的麻烦还在后面。祖师爷，我后面还会有什么麻烦？你老人家能不能提示一下，我好有个防备。天机不可泄露，世间诸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小滑头，你就认命吧。老滑头，话只说一半，还不如不说，弄得我心里7上8下。小滑头，连本仙都敢骂，信不信本仙这就把你带走？我知道错了，您就不用出来了，我胆小，您老人家就不要吓我了。程峰，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点事，让我回家，以后我就不能陪你玩了。等等，我还有话跟你说。你什么话也不要说，我不想听，太他妈吓人了。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一起玩了。我现在才发现你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同学，以后不要再来找我玩，我不认识你。看看你这个怂样，亏你还是个爷们，不就是几个小动物吗？有什么好怕的？滚，那是小动物吗？我都被吓得尿了一裤裆，你还笑得出来？冰子，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那3个脏东西已经盯上了我们，如果不把它们灭了，不管你跑到哪里，那3个脏东西也会找到你，到时候就连叔叔婶婶也会跟着你倒霉。哎，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保证你不会有事。拿这，带这么多麻绳干嘛？把那3个脏东西的尸体绑结实，以免他们跑了。麻绳不结实，咱们还是去买点尼龙绳吧，尼龙绳比较结实。你可不要小看这些麻绳，对付那些脏东西，麻绳比什么都好用。在风水禁忌中，麻绳是不吉之物，切记不管什么时候，千万不要在家中随意摆放麻绳，特别是床下，因为家里放麻绳不吉利，会影响家里老人的身体健康。邓先生，露台上好像有猫叫声，你能不能找个人爬到露台上，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个猫？邓四海吩咐旁边的保镖爬到露台上。董事长，上面有1只猫，还有1只乌鸦和蝙蝠，它们都是死的，被人用麻绳绑在了招牌后面的铁架子上，太奇怪了，我感觉它们好像都是活的，正盯着我看。把招牌拆了，让我看看上面的情况。无毛的乌鸦、瘦死的蝙蝠、病死的猫，这些都是大衰之物，把它们挂在门上，一定是旁门左道的邪术。这到底是什么局？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胡天正急忙打电话问3弟胡天刚，这是什么局？花哥，你推算一下方位，看看那3个动物的尸体是不是挂在3大财位上。胡天正拿出3元罗盘，在盛海金店门前推算起了3方财位。3只动物尸体悬挂的位置正是3方财位。花哥，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民间禁术30挡财。什么？你说这是失传已久的民间禁术30挡财？没错，花哥，你把3只动物的尸体取下来，用桃木火或是朱砂火烧掉，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还有，找出那个用30挡财术害人的混蛋，我们大夏学术界绝不允许有这样的败类存在。麻烦你让保镖把那3个动物的尸体解下来，然后用火烧掉。保镖把绳子解开，病猫尸体一声声的叫唤声中，只见蝙蝠的魂体和乌鸦的魂体从尸体里飞了出来，然后落到了病猫的尸体里。猫直接在露台上跳下去，直接跑了。不好，3魂合一，这下麻烦了。那个死猫跑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报仇？肯定会来的，放心吧，我想到对付猫尸的办法了。你想到什么办法了？能不能给我讲讲？奇门一派遁甲之术。奇门一派遁甲之术，你还会奇门遁甲？李先生您好，好久不见。你怎么又来了？李先生，求求你放过我吧，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让保镖砸随缘堂，求你放过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想做一个正常的男人，只要你肯解除我身上的诅咒，从今以后我就给你当牛做马，听你使唤，求你了，求你解除我身上的诅咒吧，我真的受不了了，这个缩阳咒真的太折磨人了。李先生，对不起，这件事不是我告诉他的，是我小姑告诉他的。叶无名，我可以解除你身上的缩阳咒，但是不能白解。我懂，只要你解除我身上的诅咒，
咒，也要多少钱我都给。有句话我先说在前头，我能帮你解除诅咒，也能在你身上随时下咒。我懂，您尽管放心，我绝对不会报复你，因为我不敢。只要你不嫌弃，以后我就给你当牛做马，听你使唤。算了，你这样的牛马我不稀罕。天咒咒、地咒咒、八方神兵来解咒，白咒咒、夜咒咒、日夜游神来解咒，神咒咒、鬼咒咒、五鬼阎罗来解咒。嚯！好了，我在你身上下的诅咒已经解除了，你回去休息几日就能完全康复。多谢李先生，以后我叶无名甘愿给你当牛做马，任你使唤，绝无二心。算了，你走吧，只要你不找我报仇，我就心满意足了。李先生，就算你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找你报仇啊！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只要我叶无名能做到的，绝不推辞。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堂哥叶无刚，还有一个岛国人已经来到了青州城，那个岛国人非常厉害，好像是什么9局一流的10大阴阳风水师之一，叫做藤剑一。他这次来青州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野走叶家祖坟上那棵刺槐树的人，你一定要多加防范。我知道了，冰子，那只猫师随时都可能找上门，把我的3盒罗盘拿过来。6丁为阴，6甲为阳，阴神6位，阳神6位，12神将各司其位，魏无护身。丁卯为神将司马清，丁未为神将石书通，丁酉为神将臧文公，丁亥为神将张文通，丁丑为神将赵子仁，丁巳为神将崔世清，甲子为神将王文清，甲戌为神将展子江，甲申为神将护文长，甲午为神将韦玉清，甲辰为神将孟飞清，甲寅为神将明文章。12神将各守12方，诸神归位。布完6丁6甲6阴6阳12神将护身阵法后，李成风只感觉两腿发软，浑身无力，直接晕了过去。程凤，你这是怎么了？醒醒，说话，你可不要死啊！我们赶快把李先生送去医院吧。你小子刚才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你要嗝屁呢。滚！你嗝屁了，我也不会嗝屁。现在几点了？已经6点多了，马上就要天黑了。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冰子，赶快回随缘堂，等天黑就来不及了。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李先生，我爸明天望海阁设宴，想请你吃饭，顺便介绍一个大人物给你认识。明天再说吧，我现在有事。祖师爷，若是12神将护身阵法压不住那只猫尸，你可不能见死不救。我要是嗝屁了，以后就没有人给你上香了。程风，那个死猫今天晚上还会不会来？应该会来。程风，咱怎么办？不要怕，6丁6甲6阴6阳12神将，听吾号令，护我法身，阵起。6丁6甲6阴6阳12神将归位，甲戌为神将，听吾号令，阵门开。甲戌为神将，听吾号令，阵门关。6丁6甲6阴6阳12神将，听吾号令，神木开，神兵出，斩妖除魔，护我法身。是。程风，这就是奇门遁甲吗？真的好牛逼，你能不能教教我？改天再说吧，我好累，想睡觉。第二天，几人便来到了望海阁。胡会长，这位先生是我请来的风水大师李成风，李大师。叶老板，他这么年轻的风水大师，你是想笑死我们吗？老夫行走江湖60余年，52岁那年才得到父老乡亲的肯定，同行的认可，被人尊称一声大师。看你小年纪不过20余岁，估计连风水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敢自称风水大师，真是可笑至极。刘大师，刚才是我说错话了，李先生不是风水大师，只是略懂一些风水术。叶老板，以后擦亮眼睛，不要被人骗了。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被称为大师的。你们公司若是想请风水顾问，可以跟我说，我给你介绍。我介绍的绝对都是风水相术界的泰山北斗。叶老板说的没错，我就是一名风水大师，在风水相术界，除了我爷爷，我没服过谁。数字狂妄，你可知道在场的都是什么人，也敢口出狂言？我管你们是什么人。我是青州玄术协会的会长胡天正，这位是青州麻衣相术大师，这位道长来自龙虎山正一派，这位高僧是禅宗传人。在场的每个人，无论是论资历、论地位、论本事，哪个不比你高，哪个不比你强？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我们面前自称大师？就在这时，一位穿军装老人走了进来。恭迎楚老将军。见过楚老将军。你们这是在吵什么？楚老将军，这位年轻人称是一名风水大师，口出狂言，狂妄至极。小伙子，你真是风水大师？是的，我就是一名风水大师，无论是风水相术还是奇门遁甲、梅花易数，样样精通。楚老将军，我也是识人不清，我把他当成了大师，才把他带到了望海阁，冒犯了老将军，还请老将军见谅。我已经跟他划清了界限，跟他不再有任何关系。井底之蛙，岂知天高海阔任鸟飞，小小蝼蚁怎知万里河山踏铁马。好一句天高海阔任鸟飞，万里河山踏铁马。不管你是不是风水大师，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多谢，跟这些人吃饭我没有胃口。年轻人，我老人家的面子你是给还是不给？好吧，既然这样，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各位能坐在这里的都是青州成玄术界有名的大师，应该都精通一些算命、占卜、卜卦、测字等玄门术法。接下来我也不想多说废话，这个字是我亲手写的，精通测字之术的
大师，可从这个字上推测我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不会测字之术的，可以用你们精通的术法推算我遇到的麻烦是什么。如果谁能算出来，我们再说下面的事情。大约20分钟后，所有的人把推测结果写在了纸上。各位不愧是青州城有名的大师，推算的结果全不一样。小子，你不是自称风水大师吗？有本事你也推算一下，我们纸上写的是什么？你何必为难一个小辈？他怎么会知道你们在纸上写的什么？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在纸上写的字应该只有4个字：国家大事。你可真够不要脸的，竟敢偷窥我们的推测结果。就你的那点推测结果，我还真不稀罕看。其实傻逼都能想得到，像楚老将军这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唯一可能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是遇到了非常棘手的国家大事。我没看错的话，这件国家大事应该跟岛国人有关系。不愧是风水大师，比我们还牛逼。我们这么多人，只能推算出楚老将军是因为国家大事烦恼，你却能推算出这件事是岛国人引起的，这牛吹的，老夫甘拜下风。小伙子，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与岛国人有关系的？我正是从这个字推演出来的。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推演的？首先把这个字拆成2个字，就成了木和坤。坤字上面是日，下面是笔。如果把笔拆开，就成了2把匕首。这个坤字就像一个岛国人身后别着2把匕首。从这个字的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岛国人在身后藏着2把刀，想在背后捅大夏一刀。你就是胡编乱造！住嘴！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我现在遇到的麻烦事的确与岛国人有关系。岛国人投资重金在大夏海城建了一座高楼，在海城有一条江叫做黄浦江，这条江也是海城的龙脉所在，是一条天然而成的水龙脉，在风水学术上叫做九曲来水。因为这条水龙脉的存在，海城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际型的大都市。这座大厦的名字叫做海城经济中心，他们的设计师把这栋大厦设计成了钢刀的形状，直直插在黄浦江边，形成了天斩煞。要斩断黄浦江的风水局九曲来水。据说这座大厦的设计师正是9局一流著名的风水师佐藤正雄，他还有2个儿子，一个叫佐藤健一，一个叫佐藤健二，都是岛国有名的风水师。如今这座大厦马上就要封顶，一旦天斩煞形成，斩断黄浦江的水龙脉，会影响整个海城的经济，对整个大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又是这些岛国人，太可狠了！在我们大夏土地上，岛国人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特别是9局一流的风水师，一直想用风水扰乱我大夏国运。我们脚下的望海阁，就是30年前9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所建，他们在此处布了一个风水局，想要祸乱大夏。还好当时有一位风水大师，轻松破掉了此处的风水。各位大师，你们谁能看破此处的风水布局，我就把望海阁送给他；谁能化解天斩煞，我就把价值100亿的大工程交给他。各位大师，有没有人看破此处的风水布局？吴会长，你有没有看破此处的风水布局？此处的风水布局太过玄妙，我也看不出是什么风水布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非常少见的大成风水局。小子，你不是自称风水大师吗？你要真是风水大师，就说一下此处的风水布局。对，你不是自称风水大师吗？你不是很牛逼吗？仅凭1个字就能看出事情跟岛国人有关系。有本事你就说说望海阁的风水布局。如果我说出望海阁的风水布局，你们能给我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给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小伙子，你真看出来了，看老头面子上能不能讲讲？望海阁每处楼阁的名称都是以古代皇室成员命名，从低到高分别是状元阁、驸马阁、公主阁、妃子阁、皇子阁、太子阁、皇后阁、帝王阁。望海阁9处楼阁所见的方位应该是上应星辰，下对地位。望海阁的风水布局叫做群臣来拜，帝王加冕，天子坐朝，一统河山，帝王之局。小兄弟，你是怎么知道后面这几句话的？当然是在望海阁的风水布局上看出来的。楚将军，这位李先生是我请来的，您应该把望海阁给我。小兄弟，老将军，我跟这位叶先生并不熟。李成风，你不要忘恩负义，如果不是我，你根本就进不了望海阁，更不用说得到望海阁。就算你不把望海阁给我，最起码也要分我1半。请问你对我有什么？如果不是我，你的眼睛能看见吗？你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小兄弟，你有化解天斩煞的方法吗？我也不知道，等看了对方的风水布局，我才能确定。小兄弟，早点休息，我们明天就动身去海城。接上集，岛国人在海城布下双刀托日，风水局天斩煞，东斩黄浦江水龙脉，西斩陈家嘴金融中心。小兄弟，你可看破黄浦江的风水布局？内环抱水，环抱整个东浦新区和陈家嘴。黄浦江、蒲松江2龙被北方明珠金珠吸引，金光大厦，形如宝塔。黄浦江大潮水倒流，我没看错的话，此处的风水布局应该是9曲来水，玉带环腰，双龙汇聚，金珠引龙，宝塔护河，双龙戏珠，水龙回头，聚财之局。此处的风水局真的太妙了。黄浦江的风水布局要比望
望海阁的风水布局玄妙百倍不止。老将军，你可知道在黄浦江边布风水局的人是谁？知道，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他就是一个传说。他曾经与天斗星辰瞎了一只眼，跟地斗龙气瘸了一条腿。这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我想拜他为师。他叫李天成，我去青州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他，可惜没有找到。听到爷爷就是黄浦江风水局的布局着，李成风大吃一惊。小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没事，我刚想事情去了。你放心，等哪天我找到他，一定带你去见他，我亲自求他，让他收你为徒。多谢老将军，你能给我讲讲李天成年轻时候的事情吗？他就是一个风水奇人，旷世奇才。关于李天成的事情，还要从抗战时期说起。抗战年间，岛国军队为了更快地统治大夏，在大夏土地上盗取了238块石头，修建了一座塔，叫做八宏一隅塔。这238块石头分别取自大夏各城，有太城的泰山石、卢城的庐山石、黄城的黄山石、松城的松山石、京城的长城石等，还在高丽国盗取了123块石头。他们用这些石头作为地基，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塔，叫做八宏一隅塔，也叫镇魂塔。塔身正面刻着4个字八宏一隅，意思正是一统八方，八方一统。还在4个方向雕刻着4座鬼头浮雕，每个浮雕上都刻着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民族协和、万事一系。当八宏一隅塔修建完成后，国土已是大半。那时候我父亲是一名团长，有一天团部驻地来了一个老乞丐，还有一个年轻的乞丐，那个老乞丐还是一个瞎子。他们找到我父亲说，夜观星下，发现东方突然出现一枚血红色的妖星，妖光缠住了紫微帝星，有血洗东方之意，必须把这个妖星给除了，不然后患无穷。除掉这个妖星的方法就是去东方毁掉一座邪塔。那位老乞丐交给我父亲一块令牌，好像叫什么青天令，让他带着这块令牌去天津关请道长下山帮忙。天津关近100名道长看到青天令后全部下山，一起前渡岛国。过八宏一隅塔的风水局走前交代，如果半年后那颗妖星还在，就带上这块青天令，可以去任何一家道观请道长下山，继续前渡岛国破八宏一隅塔。接下来的日子，每到晚上，我父亲就会坐在外面盯着东方的夜空，盯着那颗血红色的妖星，一看就是一个晚上。大约过了2个多月，我父亲抬头看向夜空时，惊喜地发现那颗红色的妖星已经不见了，紫微帝星重新出现。直到半年后，只见李天成背着老乞丐骨灰，跟2位小道长垂头丧气回到了军营，去了近100人，只回来了3人。爸，你可真逗，讲个故事还把自己讲哭了。这可不是故事，这都是事实，没有载入史册的事实。后来李天成跟那2位小道长创建了龙门八局和护龙卫，护龙卫以守护大夏龙脉为己任，龙门八局主要执行一些神秘的任务。15年前，李天成突然离开不知去向，前些天我查到他在青州城隐居，可惜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小兄弟，那军刀楼你是不是也看出了什么玄机？借苍天之煞，斩9曲龙水，刀煞四起，祸及八方。你既然能看破黄浦江的风水，也看破了那座军刀楼的风水布局，应该知道他们用心险恶，你可想到化解天斩煞的方法？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在，绝不让岛国贼寇毁我大夏龙脉。翌日清晨，距离海城经济中心封顶完工就还剩下2天。楚云鸿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商讨化解天斩煞的方法。主持人是胡天刚，护龙卫副队长。参加这场会议有海城玄术协会会长司马洪、国内知名风水大师田国峰、易学大师刘子明、龙虎山正义教代表张武木、茅山派代表秦飞虎等玄门大师。首先要感谢各位大师能来参加这次会议，为守护黄浦江龙脉出谋划策。还有2天的时间，这栋军刀楼就要完工封顶，那时天斩煞就会形成，直接砍向黄浦江龙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办法保护水龙脉，不让龙脉遭到破坏。各位大师，不知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直接提出来。海城玄术协会的意思是在百姓广场修建一座后羿的雕像，射向军刀楼上面的太阳，对抗即将形成的天斩煞。龙虎山的方法是用八卦破煞镜化解天斩煞，把军刀楼砍向黄浦江的天斩煞反射回去。我们茅山的建议是去泰山取一块泰山石，放在黄浦江边，化解砍向黄浦江的天斩煞。我的想法是在军刀楼旁边修建一座大厦，可以修建成玄冰剑、金刚盾、亢龙剑的形状，用天斩煞对抗天斩煞。旁边李成风听这些大师讲完后，忍不住摇头叹了一口气。小赤佬，你在那里摇头叹气是几个意思？我的脖子有些痒。如果你的脖子痒，摇头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叹气？偏偏在我们说出所有对策后，你才叹气，你这是什么意思？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你别想站着离开。既然你们想要一个解释，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之所以摇头叹气，是因为你们的方法根本就无法化解天斩煞。小赤佬，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说我们的方法不管用？你可知道我们都是什么人？小伙子，你说他们的方法化解不了天斩煞，那么你来说说怎样才能化解天斩煞？奇门术法，卫龙披甲。黄狗小儿口出狂言，不得妨碍我们开会，马上给我滚出去！什么玩意，在我们面前装逼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德行。楚老将军告辞。
一群老傻逼！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化解天斩煞的。护龙卫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眼里狗屁都不是。我什么都没听到，你继续骂。老将军，会议还没有结束，你怎么就回来了？你都回来了，我还留在那里做什么？看那些大师吵架。接上集，岛国人在海城布下双刀托日，风水巨天斩煞，东斩黄浦江水龙脉，西斩陈家嘴进攻中心。老将军，你真认为那些八卦镜、泰山石能破天斩煞？所有人的方法全部采用，谁的方法能化解天斩煞，那项价值100亿的工程就是谁的。小兄弟，你说的奇门术法卫龙披甲真的能化解天斩煞？是的，如果连卫龙披甲都化解不了天斩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法对抗天斩煞了。护卫龙披甲术需要请武帝，还需要武帝钱，必须是古钱币，不能是现代仿制的。好，我这就让人准备。星野，你带着2位小兄弟到海城逛逛。土包子，离我远一点！楚小姐，我又没有碰到你，你为什么这么凶？土包子，离我远一点，必须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像你们这种土包子，跟我靠得太近，就是在玷污本小姐的身体。楚小姐，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就你这样的女人，把衣服脱了追我3条街，我要是看你一眼就是耍流氓。土包子，你刚才说的啥？有本事再给本小姐说一遍，信不信我把你的屎给打出来？阿弥陀佛，佛祖保佑，保佑我同学，保佑我兄弟，不会被那个女人打死。阿门，阿里路亚，都去保佑他。小娘们，口气还不小，告诉你，上学那会儿我可是体育队的，还练过2天功夫，不仅能单手劈砖头，还能胸口碎大石。若不是看在楚老将军的面子上，谁把谁的屎打出来还不一定。呦，我好害怕啊！敢威胁本小姐，信不信我打死你？臭娘们，你不要太过分，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敢喊我臭娘们，卧槽！楚小姐，别打了，我改了。我下手有分寸，不要装死，快点起来。程峰，你没事吧？冰子，我被一个娘们打了。哎，都怪我忘了提醒你，离这个娘们远一点，她真的很能打，上次一脚就把我踹翻了。程峰不就是一座大楼吗？至于这样大张旗鼓吗？给你说了你也不懂，你还是不要问了。父亲，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照顾好弟弟。八嘎，简二是这么死了。我和简二军在青州城发现一处上层风水局双牛混羹，被人破解后，简二军被反噬而死。找到凶手没有？我要让这个人死，我要亲手宰了他。还没有，等我回青州城后，一定会把这个人找出来，把他碎尸万段，为弟弟报仇。好儿子，等我斩断了黄浦江的水龙脉，就带你回家，把你葬在美丽的樱花树下。佐藤大人，大家的风水师在江边布了八卦破煞镜，海山挡煞时，天斩煞会不会被化解？高桥君，你的担忧多虑了。无论是什么化煞局，在天斩煞面前都是螳臂当车，去叫人准备封顶。第二天清早，军刀楼传来阵阵鞭炮声。放心吧，有我的泰山挡煞实在，就算天斩煞再厉害，也不可能伤得了黄浦江龙脉。秦大师，少在这里吹牛逼！想要化解天斩煞，还要靠我的八卦破煞镜。都不要吵了，军刀楼已经封顶。只见空中的煞气慢慢凝聚，幻化成一把军刀的形状，直接砍向了黄浦江。好强的煞气！强个屁！让你们见识一下八卦破煞镜的厉害。说话间，只见军刀楼长长的阴影已经落到了八卦破煞镜上。这怎么可能？这个天斩煞也太霸道！泰山挡煞时，八卦破煞镜，后羿射日相竟然都挡不住。当天斩煞看到黄浦江上2条神龙同时发出凄厉的龙鸣声，鲜血滴落到黄浦江里。胡老弟，这些雨水怎么是红色的？这些不是雨水，这些是龙血。现在泰山挡煞时，八卦破煞镜，后羿射日相都挡不住天斩煞。我决定启用李成风的卫龙披甲。楚老将军，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他说的什么奇门术法卫龙披甲，纯粹就是胡诌八扯啊！我活了一把年纪，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术法。你身为一名将军，可不要被一个年轻人给骗了。是啊，老将军，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绝不能让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插手这件事。我是这件事的负责人，我说用谁的方法就用谁的方法，你们没有资格和权利干扰我的决定。这是我们海城人自己的事情啊，你说了不算。我们会继续想办法化解天斩煞，不准任何人插手这件事。谁若是敢插手这件事，我们海城玄术协会就跟他没完。海城属于大夏，不属于你们海城玄术协会。姓楚的，告诉你，你不要仗势欺人，我们海城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准你们再插手。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司马洪为什么不准你插手这件事？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司马洪应该有问题。什么意思？开会的时候，我发现他脖子上有一个菊花纹身。老将军，那天开会的时候，我不过就是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这本是无伤大雅的事情，司马洪就抓住这件事情不放，让会议无法正常进行。那些大师也在会议上争吵不断，个个就像仇人一样，这一切都很不正常。肯定有人在背后挑拨他们的关系，制造矛盾，不想让大夏风水师团结一致化解天斩煞。我这就让龙门八局把司马洪抓起来，看看这个老杂毛到底是什么身份。老将军，这一切都是我个人的推测，也没有证据证明司马洪就是9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就这样把他抓了，是不是不太好？
这个老杂毛，我早就看他不爽了，刚才还敢给我顶嘴，管他是不是9局一流的风水师，先把他抓起来打一顿再说。放心吧，龙门8局那些人做事情非常干净。小兄弟，5帝钱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用奇门术法为龙披甲化解天斩煞？明日清晨，日未东升，我便为龙披甲。好。老将军，我用卫龙披甲化解天斩煞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样的话，岂不是太委屈你了？这可是大功一件，还有那项价值100亿的大工程，难道你都不想要？钱财名利对我来说不过就是浮云。身为一名风水师，能为大夏守护龙脉，就是我最大的荣耀。好样的，我为大夏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感到骄傲。对了，小兄弟，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李天成是什么关系？老将军，实不相瞒，李天成是我爷爷。你爷爷身体还好吗？我爷爷身体好得很。小兄弟，你有女朋友没有？没有。好，没有好。你看我家青岩怎么样？老将军，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怎么配得上楚小姐？你就不要给我开玩笑了。有什么配不上的？你配那个臭丫头绰绰有余。那个臭丫头今年都32岁了，也没谈过男朋友，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我都替她着急。老将军，我今年才22，年龄跟楚小姐也不太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家青岩年龄虽然大了些，但看上去比你还要年轻。青岩，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什么男朋友？爸，你是不是发烧了呀？青岩，你感觉这个小兄弟怎么样？我想把他介绍给你，让他做你的男朋友。爸，你是不是有病？竟然想让这个土包子做我男朋友？这孩子怎么说话的？算了，就当这件事我没有说过。程峰，我敢跟你打赌，谁要是把这个女人娶回家，家里的祖坟都能被他扒了。接上集，岛国人在黄浦江布下双刀托日，风水聚天斩煞为化天斩煞。李成风决定使用奇门术法为龙披甲。奇门李成风为化解天斩煞，今日请5位圣地为龙披甲，护我大夏龙脉。老将军，你就这么相信他？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也能请来上古5帝为龙披甲化解天斩煞？我相信他能化解天斩煞。装神弄鬼，丢人现眼。列宿天星顺逆游，五朝地乾鬼神通，天转见相开天元，人转见相圣地出，神通灵物是分明，三清道祖真敕令。李成风口中不停地吟诵着5帝神咒，转眼30多分钟过去，周围却没有任何反应。爸爸，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神经病！你竟然想让他做我的男朋友，还不如直接把我杀了。老将军，算了，别让他念了，他在这里念上1天，也不可能请来5帝为龙披甲，还是让我们护龙卫想办法化解天斩煞吧。大歹术士，竟敢扰乱5帝巡游，该当何罪？奇门弟子李成风恭迎5位圣地，不幸惊扰圣地巡游，还求圣地原谅。阻拦圣地巡游本是死罪，念你通晓阴阳之理，懂得奉神之规，还是一名通天灵棍，暂且饶你不死。尔等所为何事？阻拦圣地巡游，必须如实招来。岛国贼寇乱我大夏，借天煞之气毁我大夏龙脉，斩我风水神龙，还请5位圣地为龙披甲，护佑我大夏。该死，竟想毁吾大夏龙脉，斩我大夏神龙，真是胆大包天。奇门李成风恳求5帝赐我神通，为龙披甲，护我大夏龙脉。转了。天清地灵，万古地宗，5宗地气，万古清明，5帝敕令，为龙披甲。起。老将军，您终于回来了。您这一大早去哪里了？摩天大楼的设计我们已经做好了，想请您过目一下3种方案，你看看选用哪一种？好，这3种设计都不行，哪一种都不能用。你算个什么玩意？敢说我们精心挑选的风水设计不行？胡老弟，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不想看见他，更不想听到他说话。混账东西，怎么给李先生说话的？赶快给李先生道歉！李先生以后就是我的偶像，谁敢对他不敬，就是对我胡天刚不敬。小兄弟，你能不能说一下这3种风水设计为什么不能用？前2天我在那个会上就已经讲过，天斩煞对抗天斩煞，会形成煞气4方的风水气场。北方明珠引到陈家嘴的水龙之气就会受到影响，会给周围的企业商铺带来灭顶之灾，到时候就连周围的百姓也会跟着遭殃，轻则生病，重则丧命。胡说八扯，胡说八道，生煞气4方，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说我们的设计不行，那么你说现在除了用天斩煞对抗天斩煞，还能有什么方法？有本事你来设计一个，你若是能设计出更完美的风水建筑，我跪下喊你爷爷。好，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最顶尖的风水建筑设计。好，我给你7天的时间，你若是能拿出比我们还优秀的风水设计，我就跪下喊你爷爷。不用7天，我现在就给你画出来。大约20分钟，李成风就把建筑设计画好了。当刘子明看到图纸上标的青龙位还有大厦倾斜的角度、盘踞的角度，震惊无比。爷爷，孙子甘拜下风，您的风水设计真的太牛逼了，我刘子明说的心服口服。刘老，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您怎么当真了？赶快起来，您这样可会惹我阳寿的。爷爷，你要是不认我这个孙子，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老刘，这个大厦明明画得很一般，有什么玄妙的？闭嘴，你懂什么？不准说我爷爷画的一般，这是化解天斩煞的最佳风水设计。飞龙卷也可以叫它龙卷风，大楼位置建在青龙位，挡住金刀楼清晨的阳光，让双刀无日可托。整栋大楼盘旋倾斜上升，形成了一个飞龙卷的气场，让把开向陈家嘴的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直接绞碎。爷爷，这栋大楼是你设计的，你就给这栋大楼起个名字吧。刘老，麻烦你不要喊我爷爷好不好？不好，我刘子明愿赌服输，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爷爷，我就是你孙子。那这座大楼的名字就叫海城中心大厦。好，就叫海城中心大厦。就这样，海城的3座摩天大楼宝塔、军刀、龙卷风也被大夏百姓戏称为海城3大神器。又有几人知道这是大夏风水大师与9局一流阴阳风水师斗法的杰作？老将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青岩这孩子今年已经30多了，连个男朋友也没谈过。我还有2个儿子，老大已经42，老二已经37，依然都是单身。像我楚家要权势有权势，要钱财有钱财，要地位有地位。我的2个儿子也是一表人才，为何就是找不到女朋友？我的女儿长得貌美如花，为何没人敢娶？这到底是为什么？老将军，能不能把2位公子的生辰八字，还有楚小姐的生辰八字告诉我？亥子丑人，见寅为孤，见戌为寡；寅卯辰人，见巳为孤，见丑为寡；巳午未人，见申为孤，见辰为寡；申酉戌人，见亥为孤，见未为寡。老将军，我没算错的话，2位公子的命格应该是神煞入命的孤辰命，楚小姐是神煞入命的寡宿命。小兄弟，什么是神煞入命？孤辰寡宿又是什么？就是男人命犯孤辰，不喜欢跟女人交往，喜欢独自生活；女人命犯寡秀，姻缘就会受阻，命中注定孤寡一生。那该怎么办？难道我儿子和女儿就要孤寡一生？我这辈子也抱不上孙子了。是的，小兄弟，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命格？老将军，方法倒是有，但需要他们的头发、指甲。什么方法？月老千元术。好，我这就去准备头发和指甲。我儿子和女儿的事就拜托小兄弟你了。放心，老将军，我定当尽力。老将军，很抱歉，司马洪跑了。什么？司马洪跑了？你们龙门8局是干什么吃的？怎么还让司马洪跑了？老将军，是我们掉以轻心了。那个司马洪根本就不是普通人，他不仅身手了得，还会邪门术法。我派去抓司马洪的4个兄弟全部牺牲了，他们死的样子非常奇怪。有个兄弟的脸上带着微笑，有个兄弟却是一脸惊恐，面目狰狞，有一个兄弟死前满脸泪水，最后一个兄弟死的最奇怪，他竟然把自己的心脏挖了出来。小兄弟，司马洪跑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派人保护你的。老将军，你不用派人保护我，普通人也保护不了我。我也想会9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军刀楼顶层，佐藤正雄愤怒地咆哮着，他辛辛苦苦筹划多年，想要斩断黄浦江的水龙脉，眼看就要成功，天煞之气却被2条神龙冲散。这帮教坏了华夏风水师，究竟在黄浦江上做了什么手脚？马上去给我查，我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佐藤大人，您尽管放心，我们这就去调查，我们一定会查出这些卑鄙的大夏风水师在黄浦江上做了什么手脚。滚！大夏风水师，你们太卑鄙，太无耻了！你们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化解了天斩煞？滚！难道听不懂我的话吗？神武大人，您怎么来了？很抱歉，不只是您亲临，刚才多有冒犯，还请原谅。蠢货，赶快去给我找医生！没看到我的身上有伤吗？神武大人，你这个伤是怎么弄了？我的身份暴露了。昨天晚上有4个非常厉害的人想要抓我，我不小心被他们伤到了。若不是我故意示弱，让他们掉以轻心，现在你可能就看不到我了。黄浦江的水龙脉砍断了没有？只要能把黄浦江的龙脉砍断，就算我受点伤也是值得的。神武大人，很遗憾，我们的计划失败了。什么？八嘎！李成风，可恶的大夏人，一定是你用奇门术法为龙披甲守住了黄浦江。八嘎！我要亲手杀了你！神武大人，你说的李成风是什么人？奇门术法为龙披甲又是什么东西？为龙披甲是大夏奇门术士守护龙脉的一种术法。至于那个李成风，应该是一个奇门术士。八嘎！李成风敢破坏我们大刀国的计划，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老将军，这个兄弟叫张彤，是一名武道高手，手上的鹰爪功非常厉害，可以轻松抓碎砖石。可惜就这么牺牲了，今年才26岁。他们是怎么死的？你们查出来了没有？我们推测他们是中了幻术。我们在他们的鼻孔里发现了一种粉末，经过技术部门检测，发现这些粉末有致幻的功能。不对，如果他们只是中了幻术，也不一定会死，更不会死得这么诡异。你说中了幻术不一定会死，那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中的应该是岛国神木家族的邪术催命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在书上看到的。无论如何都要把那个司马洪给我弄死。是。2位大哥，他手上沾的这块皮肉是谁的？这块皮肉应该是司马洪的。你确定？确定。张彤兄弟练的是鹰爪功，这些皮肉应该是他在司马洪身上撕下来的。有这些应该足够了。4位兄弟，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是你们的仇我替你们报了。司马洪必须死。老将军，他到底是什么人？看上去很牛逼的样子。他是我女婿，牛逼一点难道不行吗？小兄弟，你拿他做什么？我要用这块皮肉弄死司马洪，为这4
4个兄弟报仇。李先生，这不过就是司马洪身上掉下来的一块皮肉，想用这块皮肉弄死司马洪，是不是有点太荒诞了？一点也不荒诞。如果这块皮肉真是在司马洪身上撕下来的，我就能用这块皮肉把司马洪搞得生不如死。就凭这块皮肉，你能用什么方法搞得他生不如死？你们可听说过蜕皮术？蜕皮术为大夏10大邪术之一，由于能让活人蜕皮的术法太过残忍，又被列为民间禁术。小兄弟，你说的这个蜕皮术真的能弄死司马洪，让他生不如死？想用蜕皮术弄死司马洪，还需要几样东西。还需要什么？需要司马洪的生辰八字，还需要一条与司马洪生辰八字相应的蛇，还需要雄黄酒、雄黄粉、毛笔、朱砂等。就算我们动用一些手段和关系，能查出司马洪的真实身份与他的生辰八字，可是想找一条与司马洪生辰八字相对应的蛇，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啊，蛇又不会说话，也没有人记录蛇是哪天出生的，你怎么知道哪条蛇与司马洪的生辰八字相对应？两位大哥，只要你们能查到司马洪的生辰八字，我就能找到与司马洪生辰八字相对应的蛇。我命令你们在3天内，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查出司马洪的真实身份，找出他的生辰八字。司马洪可能是神木家族的人，你们可以重点排查神木家族的成员，还有出入境记录，应该能找到他的生辰八字。好了，咱们回去吧。李先生，你怎么知道司马洪是神木家族的人？我猜的。李先生，您究竟是什么人？怎么会那么多失传已久的术法？因为我是奇门一派的传人，奇门一派的术法世代相传。奇门讲的是遁宗术法，很多邪术都是由奇门术法演变而来。在古代，奇门大师炼制长生丹药，不小心毒死了唐太宗李世民，遭到了唐朝皇室的疯狂追杀。自此以后，奇门术士在大夏土地上几乎绝迹，就还剩下玄门道士。而术士有的加入了玄门，有的隐姓埋名，过起了隐士生活。李先生，今天你又给我上了一课，非常感谢，让我知道了术士消失的原因。不用客气，这些都是我胡编乱造的，你可不要太当真。土包子，过来，我有事情问你。楚小姐，有什么事情你这样问就行，我肯定会如实回答。土包子，你说我嫁不出去是因为我的命格，我嫁不出去明明是我不想嫁人，跟我的命格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想过，你之所以不想嫁人，正是因为寡宿命格的原因？我才不相信命格这种东西，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让人相信？有些人无论多么勤劳，起早贪黑拼命工作，无论付出多少汗水，一年到头却攒不下几个钱，挣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正是9宫命格中的官杀入命。也有些人非常懒惰，整日无所事事，什么工作也不做，却不缺钱花，这正是9宫命格中的偏财命格。你可以不相信命运，这就是命运对每个人的影响。小兄弟，司马洪的身份已经查出来了，他果真是神木家族的人，真名叫做神木三太郎。李先生，这是神木三太郎的详细资料，还有他的生辰八字，请过目。神木三太郎，你就等死吧。老将军，您知道海城这个地方哪里有蛇吗？在我们军营东边有一片很大的芦苇荡，那里面的蛇非常多。没多久，几人便来到军营东边的芦苇荡。好，准备请蛇。李成风点燃了清香，又焚烧了冥纸。土地爷爷、土地奶奶，奇门弟子李成风有事相求，恳求土地爷爷、土地奶奶显显灵，助我一臂之力。小小术士，请本仙显灵，所为何事？李成风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把请灵者的事情讲了出来。你找与这人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是不是想用邪术害人？岛国贼寇用邪术害我大夏4人，我用邪术让其偿命，本是天经地义，还请土地爷爷明察。希望你叙述是真，若是敢欺骗本仙，就算你是奇门弟子，本仙也绝不轻饶于你。把那人的生辰八字烧给我，我这就寻找与这人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李成风急忙拿出写着神木三太郎生辰八字的黄纸，在地上直接点燃。你在这里等着吧，灵蛇马上就会过来。多谢土地爷爷显灵，多谢土地奶奶显灵。刚才那2个小旋风是什么东西？你又在跟谁说话？你没开过天眼，看不到。你还是问胡大哥吧，刚才的事情他应该都看见了。那2个小旋风正是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化身。大约过了5、6分钟，只见芦苇荡旁边游动着一条绿色的菜花蛇。蛇兄，我请你帮忙的事情，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应该跟你说过了吧？放心，我不会伤你性命，只是会有点疼。等我整死那个人后，我会去玉皇庙为你祈福，祝你早日修成正果，位列仙班。灵蛇已经找到，咱们回去吧。蛇兄，出来吧，不要害怕，我这里有好吃的给你，赶快出来。菜花蛇急忙爬了出来，当看到纸上的那块肉，摇了摇小脑袋，表示这块肉太臭，他不愿意吃。臭长虫，马上把这块肉吃了，你若是不吃，我就把你砸死熬汤喝。菜花蛇看着那凶狠的神情，只好无奈的一口把那块臭肉叼在口中吞了下去。蛇兄，可能有一点点痛，忍着点，千万不要乱动，不然我就砸死你煲汤喝。李成风吟诵通灵咒，先是在菜花蛇的头顶上点了一笔，在蛇的背上写下了神木三太郎的生辰八字，画上了通灵符文。
天之玄经，地之玄经，神之玄经，鬼之玄经，助之无身，万窍通灵。大约过了5分钟，只见采花蛇的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口子，正是先前用笔点过的位置。接着便见采花蛇顺着舌头上的小口子，慢慢的向外蠕动着。大约过了10几分钟，采花蛇便蜕掉了外面的一层蛇皮。李先生，神木三太郎的皮真的能蜕下来？没错。不好了，楚小姐被人抓走了。你说什么？青岩被人抓走了？老将军，是的。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对我的女儿动手？我楚云衡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马上调动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把青岩找回来。凡是参与绑架青岩的人，全部格杀勿论。是。哈哈，不行了，我已经受不了了呀！我现在就要滚开，离我远一点，不要碰我！尊敬的楚小姐，你醒了，醒了更好，活鱼总比死鱼好玩，哈哈哈！司马红，你若是敢碰我一下，我爸爸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哈哈哈！楚小姐，我要明确的告诉你，我不叫司马红，我的真实姓名叫神木三太郎。前2天你爸爸派人抓我，害得我受了重伤，今天我要在你的身上拿回一点利息，就当给你爸爸一个小小的教训。若是让楚老将军知道他的女儿被我糟蹋了，你说他会不会非常激动和开心？哈哈哈！我不管你是司马红还是神木三太郎，这是在大夏的土地上，你最好把我放了，不然你别想活着离开。楚小姐，我也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的父亲是谁，我现在只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岛国男人的厉害与勇猛，哈哈哈！放心吧，我不会怜香惜玉的。楚青岩慢慢的闭上眼，准备接受这悲惨的命运。接着便传来神木三太郎撕心裂肺的惨嚎声。只见脑袋中间出现一条很长的裂缝，露出白森森的头骨，带着鲜红的血丝。不过片刻，脸皮全部褪了下来。啊！救命啊！吓死人了！听到叫声，外面锁定位置的龙门8局的成员冲了进来。当看见血泊中的神木三太郎，震惊无比。一群傻子，你们愣在那里做什么？没看到本小姐还被绑着吗？赶快把绳子给我解开！乖，别哭了，这不是回来了吗？没事就好。爸，你不知道，我虽然没被那个神木三太郎糟蹋，可是我差点被他吓死。你说那个神木三太郎的皮为什么会掉下来？真的太诡异了。傻孩子，你能平安无事的回来，多亏了小兄弟。那个土包子，你若是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唐文，他亲眼目睹了小兄弟施法的全过程。胡天罡，你不准骗我！神木三太郎身上的皮之所以会掉下来，真是那个土包子干的。是的，楚小姐。宝贝女儿，这回你信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小兄弟不是普通人，你还不相信？哼，我才不相信呢。神木三太郎死得这么惨，怨气一定非常重，可能会变成很凶的脏东西。胡大哥，你准备5根棺材钉，沾上攻击血，分别钉在神木三太郎的2处脚心、2处手心，还有眉心上，这样魂魄将无法离开尸体。好，我这就去办。这个年轻人可真够狠的，这是要让神木三太郎永世不得超生的节奏。看来以后惹谁也不要惹这位大爷。小兄弟，这3个纸包里面是我儿子和女儿头发和指甲，还有生辰八字。李成风接过3个红纸包，放到月老神像前，把多出来的红线打在月老神像手中的姻缘簿上。太极分2仪，阴阳本为一。月老先工作，掌管姻缘吉，天喜祥光至，合景做夫妻。月老牵红线，夫妻长相惜。老将军，月老已经答应签缘，只要把女孩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然后包上对方的头发和指甲，系在红绳的另一边。2位公子不出1个月就能喜结良缘，因为2位公子是神煞入命的孤臣命格，就算结婚后，恐怕也难白头到老。那该怎么办？等2位公子结婚后，新婚之夜的那天，你把这根红线拿下来，在中间打一个结，这叫永结同心，然后把它藏到婚床的下面，可保2人永结同心，白头到老。切记，每年的8月15必须给月老上香，因为这一天是月老的诞辰。好，只是要找女人的头发和指甲包在红纸里，这个老将军，这个还不好办。想跟你们楚家联姻的豪门世家应该不少，你想让谁做你的儿媳妇，还不是你说了算？还是你有办法？这回真的多亏有你，解了我多年的心事。老将军，这都是小事，不必放在心上。海城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我决定明天就回青州城了。晚上，一个神秘的身影剪下了李成风的头发，又在抽屉里找到他的身份证，记住上面的出生日期后，才悄悄地离开。楚老将军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是爷爷捡来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爸爸，那个土包子走了。走了。爸爸，你这是干嘛？当然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楚青岩瞬间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他也没有阻止，因为他也很想知道月老签缘术是否真的能牵姻缘。爸爸，红线怎么断了？可能是线的质量太差了，多把线给接上就行了。就这样连续重复了好几次，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就在这时，胡天罡走进了房间，向楚天红询问了此事。天罡，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世间万物，无论任何生灵，窃取天机者必遭天谴。李成风身为奇门风水师，肯定命犯5弊3缺。月老怎么可能给一个窃取天机的风水师签姻缘？如果月老给李成风签缘，那就是逆天而为。你这个解释非常合理，看来他们2个注定命中无缘，这件事也只能作罢。
冰子，你在想什么呢？刚想到楚小姐这个女人长得漂亮，身材还也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还有脸上2个可爱的小酒窝，笑起来应该更好看。可惜我就没见她笑过。传说脸上有酒窝的人是在过奈何桥时，为了不忘记前世爱的那个人，希望来世与爱人再续前缘，不愿意喝孟婆汤，被阴差捏着嘴强行灌孟婆汤时捏出来的印记。糟了，月老千元术在楚青言的身上可能不管用。怎么了？若是楚青言前世真的跳过忘川河，今生要等的男人肯定是他的前世挚爱，这也叫做今世姻缘前世定。就算天上的月老也不敢过问此事，不知道他今生要等的那个人会是谁，只是至今还没有等到前世的心上人，估计这辈子又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程峰，饿了没？咱们去对面吃碗面。好。两人刚刚走出随缘堂，那条菜花蛇便从包里钻了出来，探出一个小脑袋，四处张望，最后定格在祖师爷的画像上。小家伙，我看你灵根不错，又与本仙有缘，本仙带你在画中世界修行可好？菜花蛇激动地点了点头。老板，来2个大碗的面。好，马上来。再这样下去，我这个店就只能关门了。小兄弟，你说这附近也没有新开的面馆，也没有人跟我家抢生意，我家的生意为什么就不好做了？大哥，你说是不是你家风水出了问题？2位小兄弟，你们是对面随缘堂的吧？1年前我盘这家店的时候，就听上一位老板说，对面随缘堂的风水先生特别厉害，你们2个人应该就是风水师吧？他是真的风水师，我就是给他拎包的小弟。这位小兄弟能否帮忙看看我店里生意突然不好，是不是风水上出了问题？我刚来的时候看了一下，你店里没有风水问题，财运也没问题，问题很有可能出在阳宅或者祖坟上。吃完面，董庆伟带着2人来到郊区的家里。小兄弟，这就是我的房子，你看看有没有问题？李成峰左看右看，在外面看见对面的大门两边摆放着2座石狮子，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董大哥，你家的大门与道路对面那户人家的大门正好相对，大门对大门会形成对门煞，影响2家的气运。如果门对门，有一家在门上做手脚，比如在大门上挂镜子，在门两边摆放石狮子，就会导致风水气场不稳，煞气涌向一方，影响对方的气运。对门煞，以前听家里老人说过什么对门煞、穿堂煞、过堂风都会影响人的财运，可是现在的人谁还信这个？2门相对一生凶，2门相对大不吉，2门相对不利财，2门相对未相骂，2家不可面相对，不然必主一家退；开门不得2相冲，不然必有一家凶。在盖房或买房时，一定要注意不要门对门。董大哥，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对面在门口摆上石狮子后，你家面馆的生意才变差的？还有你头上的伤、手腕上的伤，也是这几天的事。好像还真是。你们家的风水气场已经被改变，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正常的。说完，董庆伟抄起一把铁锨，要去找对面住宅的主人郭二蛋算账。孩子他爸，你可不能去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郭二蛋是个什么人，就算你给他说了，他也不会把石头狮子挪走。你俩若是再打起来，打赢了你坐牢，他住院；打输了他坐牢，你住院。到时候我们娘仨怎么办？孩子他爸，你可不能去啊！小兄弟既然能看出来原因，肯定有化解的办法。等小兄弟说完，我们再做打算，好不好？好，我都听你的。小兄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实在不行，我就找个锤子，今天晚上偷偷过去把那2个石头狮子给砸了。不用砸，只要你们在门口摆2座石头大炮或是铁炮，瞄准对面的狮子，就能平衡现在的风水气场，化解对门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小兄弟，真的多亏有你。自从我们家在门两边摆上了2座石头大炮，对准了郭二蛋家门口的石头狮子，我们一家人都睡得特别香，特别踏实。第2天，我们店里的生意比以前还要火爆。你这个方法可真管用。三姐，不用客气，你们花钱请我看风水，这都是应该的。小兄弟，我那个开石雕厂的弟弟也想请你去他家里看看风水，最近他的石雕厂生意特别难做，眼看已经做不下去了。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现在就有时间，你带我过去看看。杨三姐带着李成峰来到了杨六军的办公室。李成峰观察了一下办公室，当看到2幅猛虎图，忍不住摇了摇头。李先生，这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知道我特别喜欢老虎，就送了我这2幅猛虎图，祝我生如猛虎，称霸一方。这2幅画可不便宜，每一幅都是出自画虎大师谭虎之手，每一幅画的价格都在10几万以上。杨老板，我没猜错的话，这2幅画悬挂的位置也是你朋友帮你选的吧？没错，他知道我左手不方便，这2幅猛虎图还是他亲自给我挂上的。杨老板，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李先生，有什么话您尽管讲。杨老板，你这个朋友之所以送你2幅猛虎图，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你喜欢老虎，我个人感觉他是想害你。这个朋友是我最好的兄弟，自从我的厂子遇到问题，他一直在想办法帮我渡过难关，他怎么可能会害我？你好好的看一下，这2只老虎看上去威风凛凛，霸气无比，却掩藏凶光，一副要吃人的样子，一看就知不是善类。说白了，这2幅画就是大凶之物。你把这2个大凶之物挂在办公室里，不仅会影响你的身体，还会影响你的财运。我们是初中同学，认识了10几年，我们2个人虽然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他怎么会送猛虎图害我？这个问题你要去问他。如果你要相信我，就把这2幅猛虎图摘下来，然后我把你办公室的风水重新布置一下。如果你不相信我，我现在就离开。小军，你一定要相信小兄弟，他是真的有本事。那个陈明远送你2幅猛虎图，肯定没安好心。杨六军想到，自从把这2幅猛虎图挂在办公室，他就经常梦到被2只老虎追。李先生，我相信你，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好，把2幅猛虎图摘下来，买1幅山水画，不能用玻璃框装裱，把山水画挂在办公桌后面，再买1幅迎客图挂在办公桌对面，办公桌要离窗户远一点，不能紧紧的贴着窗户，把那几个板凳全部搬走，换一个沙发，这叫山水迎财局。好，我记下了。你看下我厂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仅凭2幅猛虎图，不可能把一家工厂搞得如此狼狈。你那个朋友既然想搞你，肯定还会在别的地方动手脚，包括你的家里，还有祖坟上。说完，李成峰在厂里转了一圈。刚看见石雕厂的大门口，公路两边栽了很多杨树和松树。此时是下午3点多钟，太阳已经稍微西斜，清晰的阳光照在这些树上，树的影子正好落到了工厂大门口。小兄弟，这个树的影子有什么不对吗？这叫树荫煞，树的影子或电线杆的影子，在太阳的照射下，阴影落到了大门上。在风水上，这叫做阴煞遮门。大门是生气的入口，一旦大门被遮住，风水财气就无法入门，从而影响一家人的财运，甚至还会影响家人的身体。难道我厂子的生意不好做，跟这个树的影子遮住大门也有关系？是的。那该怎么化解？想要化解这种树荫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树砍掉。如果树不是自己家的，不能随意砍掉，也可以选用其他的方法化解。用八卦破煞镜、泰山挡煞石、悬挂山海阵，门两边摆放石狮子，都能化解树荫煞。这树少说也有5、6年的树龄，不会也是你那个朋友陈明远栽的吧？这树都是我家的，正是陈明远5年前帮我栽的。我明天就找人把门口的树全部砍了。好，你厂里应该没问题了，明天再去你家里看下。翌日清晨，杨玉军一大早便来接李成峰去看家里的风水。杨老板，你这个手臂是怎么没的？我在厂里帮工人干活时，不小心被石头砸的。我们杨家一共兄妹6人，在村里，我们杨家也算是一个大家族，家中人丁兴旺，兄妹和睦，个个都是事业有成。可惜就在这5、6年的时间里，杨家6兄妹却是死的死，伤的伤。老大和老五在3年前意外身亡，老二也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双腿。你说我们一家人的命怎么就这么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应该是祖坟风水出了问题，还有可能是阴宅风水中最可怕的格局——血光铺坟。李先生，我们家的祖坟那么多年都没事，为什么就突然出问题？一座坟墓突然变成血光铺坟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祖坟附近突然出现了烧砖的砖窑、瓦窑，还有就是阴宅的旁边突然埋葬一个少亡人，都会改变阴宅的风水，形成血光铺坟的风水格局。杨友军和杨三姐听完后脸色一变，因为他家祖坟附近就有一家砖厂。小兄弟，如果我家的祖坟真是血光铺坟，我跟小军是不是还会出事？是的，我家祖坟若真是血光铺坟，那该怎么化解？如果遇到血光铺坟，最好的办法就是迁坟。说话间，李成峰来到院子里，便停住了脚步，抬头看了看四周。李先生，有什么不对吗？你院子的大门、屋里的房门，还有屋内的后窗，3点相对相通，犯了阳宅风水中最大的禁忌——穿堂煞。穿堂煞，阳宅第一凶，最忌穿堂风。睡觉莫睡相，最毒穿堂风。不怕走路倒栽葱，就怕阳宅穿堂风。这里的穿堂风指的正是穿堂煞。只要有一点风水常识的人，很多人都知道穿堂煞的危害。在建房子、买房子的时候，都会尽量的避开有穿堂煞的户型。杨老板，你建房子为什么不避开穿堂煞？大门、房门、窗户还对得这么齐。2年前，我把老房子拆了后重新建，因为当时厂里的事情比较忙，陈明远便主动要求帮我建房子。这房子从头到尾都是陈明远找人建的，也是他帮着设计的。又是陈明远，这个陈明远到底是什么人？陈明远，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你？你为什么要在我家的风水上做手脚，害我全家？小兄弟，穿堂煞为什么被称为阳宅第一凶？穿堂煞的危害又是什么？房门对窗户，或是房间留了一个后门，后门与前门相对，导致房间南北通透，整个房间内无法聚气。阳宅风水讲的就是藏风聚气，如果生气，财气从正门进入房间后直接流走，房间无法聚气，人依气而生，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整个房间不聚气，不仅会影响一家人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一家人的财运。李先生，这个穿堂煞要怎么化解？在门内摆玄关，用屏风挡住煞口，改门封窗，在门两边悬挂平安葫芦、补地钱，在家中悬挂山海阵等物品，都可以化解穿堂煞。这个山海阵是什么东西？怎么从没听过？山海阵其实就是一幅八卦图，具有移山排海、颠倒阴阳之功效，面对各种形煞都能轻易的化解。虽然有镇宅、化煞、旺财、利市、居家平安、事事如意的特殊功效，但悬挂山海阵的禁忌太多，所以不建议随便悬挂。李成峰接着在整个房子都看了一圈。你这房子的风水问题真的太多，如果从风水的角度上来看，那么就是一座凶宅。小兄弟，我弟弟家中的风水问题那么多，应该怎么化解？是不是要把房子拆了重建？不需要，在房间里挂一面山海阵，便可百无禁忌，化解所有的煞局。李先生，这就是我父亲的坟，那个埋的是我五哥，哪个埋的是我大哥？李成峰点了点头，盯着不远处的一座坟丘。杨老板，那个坟子里埋的是什么人？杨六军看向那座离他父亲坟墓不远的坟丘，接着摇了摇头。李成峰走到这座坟丘前，看着这座坟丘上的草都特别矮、特别小，接着弯腰在坟丘上拔了一棵小草，看着草根，心中暗惊不好。小兄弟，这个草有什么不对吗？我没看错的话，这座坟子里埋的应该是一个少亡人，并且还是一个男人，不超过20岁，还死得非常惨。李先生，你又没扒开棺材看，怎么会知
知道这座坟丘里埋的是一个少亡人还是一个男人的？我正是从坟头草上看出来的。根据坟头草判断坟墓的主人是男是女，是老死，是病死，还是意外死亡。这是一名风水师最基础的操作。如果连这个都看不出来，这个风水师的本事肯定没有学到家。就个坟头草能看出来这么多东西？如果墓主是男人，坟头草会向东迎着太阳长，也就是向左生长，草根比较直。如果墓主是女人，坟头草就会向西长，也就是向右，草根弯曲。墓主若是老死，坟头生硬草，用手捏草，草比较硬，还可能扎手，根系比较长。墓主若是少亡人，坟头草就比较嫩，根系比较短，草叶一捏就断。如果墓主是意外死亡或是被他人杀害，在拔草的时候，哪怕坟头土非常松软，草根大多会断掉。杨六军好奇地走到这座坟丘前，仔细观察着坟头上的小草。坟头上的小草的确有些歪，都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然后又抓住一根小草直接拔了下来。小草非常嫩，接着看向草根，大多数草根全是断的。小兄弟，这个坟子里埋的真的是少亡人？是的。李成风转而看向不远处的砖场，正是因为砖场和少亡人的出现，才把这里变成了大凶之地，血光铺坟。李先生，我家祖坟风水是不是风水衰败之地，血光铺坟？你家祖坟东边有砖场，西边葬的是少亡人，这正是阴宅风水中的大凶之地，血光铺坟。你们兄妹6人之所以死的死，残的残，正是血光铺坟造成的。那李先生，怎样才能化解血光铺坟？因为砖场常年挖土烧砖，加上火窑烧砖时产生的火气，已经破坏了此处的地脉之气、风水之气。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迁坟。俗话说，逝者讲的就是入土为安，不到万不得已，切莫迁坟，10迁9败。但杨六军家中的祖坟已经到了不迁不行的地步。 6天后适合迁坟动土，你们准备好迁坟动土需要的东西：红手套、香烛、冥币、古钱币、大萝卜、红布、五谷杂粮等。小兄弟，怎么还要大萝卜？你是不是想吃萝卜了？等回去我就给你做。三姐，这个萝卜不是吃的，是等迁完坟扔到墓坑里的。俗话说，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如果不在墓坑里扔萝卜，传说就会死一个新人来顶坑，这也是迁坟禁忌，不能马虎大意。李先生，这砖场会破坏地气，影响风水，这个能理解。为什么祖坟附近葬着少亡人，也会形成血光铺坟的风水格局？你以前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应该看到过，一些家族的族长不允许作奸犯科、未婚男女、自杀的人、死于非命的人、意外夭折的幼童、被官府砍头的人葬入祖坟。这类人之所以不准葬入祖坟，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人会影响祖坟风水，把风水福地变成风水衰败之地或是大凶之地。随后，王小美开车把李成风送回了岁元堂。小兄弟，麻烦你帮我父亲选一处风水宝地，等事成以后，我们姐弟2人一定会好好的谢谢你。李先生，为家父选风水的事情就拜托您了。如果有一天我杨六军飞黄腾达了，肯定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杨家所有子孙愿奉李先生为主。杨老板、三姐，风水福地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上乘的风水宝地对祖上阴德福报的要求极高，就算普通的风水吉地也是可遇不可求。再说，就算找到风水宝地，这块地也不一定是你家的，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很多事情只能随缘。李先生，只要你能找到风水宝地，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无论花多少钱，我都会想办法把地买回来。小兄弟，你放心，只要我们杨家飞黄腾达了，肯定不会忘记你的好。三姐，我也不敢保证什么，我只能说我会尽量帮杨家找一处风水宝地。翌日清晨，杨六军的老婆王小美便开着车来到随元堂接李成风。李先生，青州城那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风水福地？去有山有水的地方。我娘家住在乡下农村，家里还承包了一个水库和几座山，旁边有山有水，风景特别好。好，那我们就先去你娘家看看。王小美把车停到家里，大约走了20分钟，不远处的水库便映入眼帘。李先生，这个水库和四周的山全是我家的。李成风盯着不远处的水库，整个水库呈圆形，四周全是不高的山坡。这是水聚天心。上承风水局，水聚天心，主富贵，聚财气，旺人丁。水聚于阴宅四周叫聚水，水聚于阴宅明堂前就叫水聚天心。李先生，我家的水库是不是有问题？王姐，风水福地已经找到，等到了迁坟动土的吉日，把杨家老爷子的墓穴迁到此处即可。李先生，你说的风水福地在哪里？就是你家的水库。我家的水库真的是风水宝地？没错，还是上承的风水局水聚天心。走，去那座小山上点穴位。人山丙相，子山午相，癸山丁相，丑山未相，艮山坤相，寅山申相，甲山庚相，卯山酉相。水出艮寅方，水出巽4方。阴宅正坐玄武山，明堂前聚青龙水，此处应该就是水聚天心的阴宅穴位。李先生，把我公公的坟墓迁到这里，杨家真的会富甲一方吗？风水奇书《水龙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虎有千年不合水，家有千年不散财。这句话说的正是水聚天心的风水局，意思就是只要阴宅前的天心水不干涸，这家人的后世子孙可坐享千年富贵。能轻松找到上承的阴宅风水局水聚天心，说明杨家的阴德福报很深。杨家有这个福分，若想后世子孙坐享千年荣华富贵，必须多行善事，累积阴德，积攒福报，不然就算有上承风水改运，也富不过3代。说完，2人便回王小美家。小宝，乖，妈妈求你了，别哭了好吗？妈妈给你买糖吃。小宝，这是怎么了？怎么3天2头的哭呢？
婶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快半个月了，小宝不是哭就是闹，还反复的发烧，市里的医院也去了，医生说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吃点药打几针就好了。可是这都过去半个多月了，钱也花了不少，小宝还是反反复复的发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刚回来的王小美和李成峰听到小孩哭声走了过来。李先生，这是我堂嫂，这是我妈妈，你说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反复发烧、哭闹讹人呢？这孩子应该是受到惊吓，丢了魂。对，这孩子应该就是丢了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丢魂，那该怎么办？没什么大事，等晚上我给孩子叫魂，把孩子的魂叫回来就没事了。叫魂？李先生，把小宝的魂叫回来，他就会好吗？是的。李先生，小孩子受到惊吓后为什么会丢魂？大人怎么就很少丢魂？小孩子之所以会丢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魂基不稳。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魂基就会越来越稳。等孩子成年后，魂基就会稳固。就算受到惊吓，一般也不会丢魂。丢魂在民间也被称为掉魂、失魂。这种事情大多数发生在未成年的孩子身上，例如带着孩子参加葬礼、去上坟、进入一些荒废的寺庙道观，还有荒废已久的老房子，冲撞到什么脏东西，都会导致小孩子丢魂。先生，我从未带着孩子去过那些地方，孩子也没有受到过惊吓。你确定孩子没有受到过惊吓，也没带着孩子去过寺庙什么的？没有，这都大半年了，我每天就窝在家里看孩子，最多抱着孩子来婶子家坐坐，几乎没出过村子。你们家最近3年有没有人去世？孩子在生病前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小媳妇点了点头。1年前，她公公因病去世，然后仔细回忆孩子生病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半个月前，大约晚上8点多，我家小宝坐在婴儿车里，笑嘻嘻地盯着门口，摇晃着手指着门口，咿咿呀呀地喊着爷爷，还让爷爷陪他玩。我当时还被吓得不轻，孩子为什么对着门口喊爷爷？也就是从哪开始，我家小宝便开始反复发烧、哭闹讹人，就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多不记事的小孩因为天眼没有闭合，能看到很多成年人看不到的东西。那天小宝应该是看到了他去世的爷爷，孩子丢的魂可能跟着他爷爷走了。什么丢魂、叫魂都是骗子唬人的把戏，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怎么还相信这些？二嫂子，如果你要听我的，就把小宝送到医院去。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专家教授，相信现代的医学，怎么能相信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迷信？臭丫头，你懂什么？不要乱说话。哼，一群封建迷信的文盲。小先生，对不起，这个小女儿被我们惯坏了。如今这个年代，100个人里能有几个人相信丢魂这种事？他不相信也很正常。李先生，我相信你，你看要怎么才能把小宝的魂叫回来？既然知道孩子的魂魄是被他爷爷带走了，普通的叫魂方法肯定不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孩子爷爷的坟上，把孩子的魂魄要回来。你们去买了一些冥币、元宝，然后去纸扎店扎一对金童玉女，再买一些祭品鸡、苹果、白酒等。你们是女人，不宜去坟地，叫孩子的父亲晚上跟我去。好，我现在就叫我老公回来。大约晚上10点多，李成峰和小宝的父亲王二刚带着所有的祭品来到小宝爷爷的坟上，把纸扎的金童玉女插在坟墓门口两边，然后在坟墓的门口摆上祭品，又烧了很多冥币和元宝，接着把纸扎的金童玉女一起烧了。王二刚跪在坟前，按照李成峰先前交代的那些话重复喊着：“爸，小宝该回家了，你就让我把孩子带回去吧。小宝，别在爷爷家里玩了，该跟爸爸回家了，妈妈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当做好一切后，李成峰走到坟前，用脚在地上跺了3下，这叫做敲阴门。好家伙，我知道你想孙子了，回去看看就行。你不该把孙子的魂魄带走，你这样做只会害了你孙子。如果你不把孙子送回去，你孙子肯定活不过2个月。如果你想断子绝孙，就把孙子留下。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没多久，突然听到坟丘里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爷爷，我想回家了，我想爸爸妈妈了，爸爸来接我了，你就让我回去好不好？等我长大了再来看你。”李先生，我孩子怎么会在我爸的坟子里？赶快跪下，继续喊！王二刚急忙跪到坟前，继续喊着刚才说的那些话。没一会，坟丘里便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好了，别喊了，我就是想孙子了，把他带过来住几天。二刚，你把小宝带回去吧，都是我不好，差一点害了小宝。”见小宝的魂魄已被要回来，李成峰让王二刚拿着小宝穿过的衣服走在前面，嘴里不停地喊着：“小宝，跟爸爸回家了！小宝，跟爸爸回家了！”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王二刚才回到家门口。家里的大门、房门、卧室的门全是开着的。王二刚拿着儿子的衣服，一路上没敢回头，直接走到儿子睡觉的卧室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那句话。只见小宝的魂魄缓缓地飘到床上，然后回到了肉身。当小宝的魂魄回到肉身后，原本哭闹的小宝突然安静了下来，没过一会便闭上了眼睛，安稳地进入了梦乡。李先生，我孩子这是怎么了？他怎么没动静？放心吧，孩子已经没事了，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翌日清晨，王二刚抱着孩子，带着媳妇跪在李成风跟前。李先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儿子可能真的就没了。是你救了我孩子，救了我全家。你们不要这样，闲起来，只要孩子没事就好。李先生，为什么丢了魂的人会反复发烧，还会哭闹讹人？这是因为人有三魂七魄，三魂指的就是阴魂、阳魂和神魂。人一旦丢了阴魂或是阳魂，体内的阴阳二气就会失去平衡，从而导致人体温失常，反复感冒发烧。如果只丢了一个魂，影响不是很大；如果丢了2个魂，相对来讲就比较麻烦；如果丢了3个魂，可能就会变成植物人。所以很多村里面有人去世，大人都会抓点糯米放小孩口袋，并不是小孩胆子小，而是为了小孩魂魄不被带走。随后，王二刚掏出一个红包，李成风接过红包，然后王小伟开着车便把李成风送回了随缘堂。李先生，不好了，我大哥叶无刚跟那个岛国风水师佐藤健一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要找你算账，因为是你移走了叶家祖坟上的刺槐树。李成风眉头一皱，该来的还是来了。跟佐藤健移过来的还有一个老头，听我大哥说这个老头非常厉害，好像叫什么佐藤正秀，来青州城的目的也是为了杀一个人，这个人破坏了他们在海城筹谋了10几年的计划。这个佐藤正兄、佐藤健一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现在应该在望海阁，好像是青州拳术协会的会长胡天正在望海阁设宴宴请他们。送我去望海阁。叶无名让保镖开着车，没多久便来到了望海阁。在海城的时候，楚云红已经把望海阁送给了李成风。告诉我，那些岛国人在哪个楼阁吃饭呢？在帝王阁。帝王阁是谁让他们去帝王阁用餐的？是唐经理。听完，李成风立刻迈步向帝王阁走去。小姐姐，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人？你们为什么这么怕他？他是我们望海阁的老板。不过几分钟，李成风便来到了帝王阁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几人的对话，停住了脚步，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望海阁是我们大岛国人话剧子建了，可是被你们卑鄙的大夏人给抢走了。你们大夏人真的太卑鄙，太无耻了。听到这话，李成风无比愤怒。这时房间里又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声音很熟悉，正是胡天正。尊敬的佐藤先生，对于望海阁的事情，的确是我们大夏人做的不对。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把望海阁归还给你们大岛国，以此来促进我们两国的关系，促进我们的友谊。胡先生，你是我们大岛国最好的朋友，我为大岛国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能成为大岛国的朋友，也是我胡天正的荣幸。你是什么人？竟敢私闯帝王阁，打扰尊贵的岛国客人用餐！马上给我滚出去！我是望海阁的老板，帝王阁的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马上给我滚出去！望海阁不接待岛国人。混账东西，怎么说话的？在尊贵的岛国客人面前说这样的话，就是对岛国客人的不尊敬，是在破坏两国的关系。估计你在家里对你老爹也没这么尊敬，亏你还是大夏人，在岛国人面前就像一条哈巴狗。我们大夏有你这种人，真是一种耻辱。你说谁是哈巴狗？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小小的望海阁老板竟然如此嚣张！你刚才的行为和言语已经严重冒犯了佐藤先生，我现在命令你立即向佐藤先生道歉。同时，为了彰显你道歉的诚意，我们今天在望海阁的所有消费由你负责，你不准有任何异议与不满，这是命令。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你就会得罪我，我是你得罪不起的人，懂吗？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地方命令我？狗东西，敢这样跟我说话，我看你是不想在青州城混了。我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马上向佐藤先生道歉，不然你就等着望海阁被查封吧。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你得罪不起的，你算什么玩意？敢在我们面前叫嚣，信不信我们随便动动手指就能让你在青州城混不下去？我们来你的望海阁吃饭是给你脸，你不要不识好歹。唐城主让你买单，让你向佐藤先生道歉，是在给你机会，你不要不懂事。都给我闭嘴！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马上给我滚！惹毛了我一个一个的收拾你们，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让你们断子绝孙，全家给你们陪葬。唐城主，我看在青州城投资600亿的事情还是算了，因为这顿饭我吃了很不开心。佐藤先生，请您不要生气，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让您满意的。唐城主，等你让我满意了，我们再谈投资的事情。狗东西，如果佐藤先生放弃在青州城投资，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我给你半天的时间，把望海阁交出来，送给尊敬的佐藤先生。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把望海阁一把火烧了，也不会送给那几个岛国人。我现在正式宣布，望海阁已经被我收购，从今天起，望海阁就是我唐采放的私人财产，我想把望海阁送给谁就送给谁。说完，让身后的律师拿过来准备好的转让合同，又调来一批官府的人，把帝王阁团团包围，逼迫李成风在合同上签字。李先生怎么办？不知道。看着放在面前的合同，还有旁边放的1块钱硬币，1块钱就想收购望海阁，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呵呵，既然你不懂事，我就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收购望海阁，拿上这1块钱，在合同上签好字，马上给我滚。如果我要不签呢？你可以不签，但我会把你关进去，让你在里面蹲一辈子，然后找人帮你代签。这个合同管不管用，有没有效，是我说的算。这位大姐，你确定要欺负我？我堂青州城的副城主，欺负你一介草民，难道不行吗？面对强权威逼，李成风在
在合同上签了字，如果不签字，自己估计走不出望海阁。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我必须先给你一个警告，你最好不要有报复我的想法，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大侠人，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会让你知道跟我们大刀国人作对，下场会有多么的悲惨。李成风听完忍着屈辱，接着转身向帝王阁外面走去。出来的李成风坐在车上，闭着双眼，想着用什么办法对付唐彩凤和佐藤正雄。李先生，这个老娘们太欺负人了，她用1块钱就收购了望海阁，你能忍得了？我可忍不了，我都想上去抽她大嘴巴子。别在我面前吹牛逼，给你100个胆子，你也不敢上去抽她。你想办法给我弄几根活人上吊自杀用过的绳子。李先生，活人上吊用过的绳子好像很晦气，你找这个干嘛？我要用自己的方法让唐彩凤跪地求饶。没多久，汽车便停在了随园堂门口的路边。李成风刚下车，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发动机刺耳的轰鸣声。李先生，小心！兄弟，撑住，我这就送你去医院。李先生，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宋艳丽，她就在青州大学读书。我若是死了，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她，好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李先生，我一直想给你道个歉，当初我不应该砸随园堂，你能原谅我吗？不要说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早就忘了。听完李成风的话，保镖嘴角露出微笑，没一会便闭上了眼睛。李先生，我感觉这车就是冲着你来的，你说会不会是那个老娘们安排的？佐藤正雄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对付我，只有唐彩凤这种混迹官场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可惜没有证据，就算有证据，估计也拿他没有办法。李先生，我找几个人把那个老娘们给灭了。不行，这样做是犯法的。你除了找几根上吊绳，再给我多找几把刀子，这些刀子最好是杀过人的凶器，如果找不到，找一些杀鸡的、杀猪的刀子也行。总之刀子要见过血，我要灭他全家，一个也不留。你是唐彩凤派来的吧？看到我还活着，你是不是很失望？小李，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女人派来的，我是青州另一位副城主牛敬德，也是与唐彩凤竞争城主位置的人。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让唐彩凤付出应有的代价，只要你肯配合我，我一定让你重新拿回望海阁。牛城主，实不相瞒，我早就看过唐彩凤的面相，她的官运非常旺，你们官场那套方法根本就扳不倒她。你还会看相？牛城主，从你的面相上看，你一点官运也没有。你之所以能做到青州城副城主的位置，我想不是与你的八字命格有关，就是与你祖坟上的风水有关。牛敬德满脸震惊盯着李成风，他之所以能做官，正是因为家中阴宅风水的原因。你说唐彩凤的官运太旺，我的方法根本扳不倒的，那该用什么方法扳倒他？用风水与邪术。要想扳倒唐彩凤，首先要破她的官运。怎么破她的官运？在她的办公室，还有她的家里放活人上吊自杀用的绳子，然后再去她家的祖坟上做一些手脚。你说的这些方法真的管用吗？只要你相信我，用不了3天的时间，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方法管不管用。好，我信你一回。你要我怎么做？你先找几根上吊绳，还有杀过人的刀子。好，我马上去警署，到政务室里找几根上吊绳，还有杀过人的刀子，老实给你送过来。傍晚，牛敬德带着上吊绳和杀人刀，开车来到随园堂，接上李成风，前往唐彩凤的办公室。当李成风进入唐彩凤的办公室，看着这里的风水布局，暗暗吃惊。小李，唐彩凤的办公室是不是有什么风水布局？我经常见他带着玄术学会的会长胡天正过来。李成风点了点头，看着办公桌上放的摆件，一匹骏马背上骑着一只猴子。我没看错的话，唐彩凤办公室的风水布局应该是马上封侯。马上封侯？你在官府做事，应该经常看到办公桌上有摆放龙龟、文昌塔、风水尺，马背上骑着一只猴子，大鹏展翅、文房四宝等，这些都是催官运的风水摆件。你们这些当官的，叫老百姓不要相信封建迷信，自己办公室却摆得整整齐齐。唐彩凤的官运这么好，是不是这个马上封侯原因？一个摆件不至于让他官运这么旺。你再看这幅奔马图，这叫做奔马催运，这个地方应该是唐彩凤的流年官位。还有办公桌前面干净整洁，没有放任何物品。办公桌前面2米之内也被称为小明堂，最好不要放任何东西。现在很多人在办公桌前面放2张椅子，有人来谈事情，好让他们坐在对面，这样一来就挡住了小明堂的风水聚气。如果要谈事情，可以在办公室里多摆一套沙发茶几，在沙发上谈，绝不能在办公桌前摆凳子，这是风水大忌。这个唐彩凤身为官府的人，还身居高位，怎么能相信这些东西？他就是在搞封建迷信，如果上面知道了，他是要受到处分的。牛城主，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唐彩凤在搞封建迷信？他在办公桌上放几个摆件，你就说他在搞封建迷信，你感觉上面的人会相信吗？如果你说他搞封建迷信，他就能直接反咬你一口，告你诬陷诽谤。小李，这个唐彩凤在办公室里弄了那么多风水局，应该怎么破？这些风水局都是普通的风水局，想要破掉非常的简单。接着，李成风轻轻移动了一下摆件，让他的本命官位与马上封侯摆件出现偏差。接着又动了下奔马图，然后把上吊绳藏到了唐彩凤的座椅下面，又找到了唐彩凤的本宅官位，找了一根上吊绳藏在了下面。牛城主，唐彩凤的官运已破，我们可以走了。小李，这样就能搞垮唐彩凤？你尽管放心，3天后若是没有效果，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好，只要你的方法能扳倒唐彩凤，让我坐上青州城城主的位置，以后在青州城我罩着你，你看来的来了，能不能去我办公室里看看？来到牛敬德办公室，李成风盯着一幅字画，这幅字画上竟然散发着血煞之气，办公桌前面还放
着2把椅子，正好挡住了办公桌前的小明堂。办公桌的摆放也不正，倾斜的非常厉害，上面放着一个动物骨头制作的笔筒，还有一个大象的摆件。看着办公桌上放的摆件，忍不住笑了笑，这应该是一路向前的小风水。牛城主，你办公室的风水局是谁帮你布置的？帮我布置风水的大师叫陈明远，他是青州玄术协会的人，他的风水术非常厉害。你被这个陈明远骗了，他在你办公室里布的风水局，不仅让你升不了官，发不了财，还会让你的官运受阻，麻烦不断。不可能，我跟这个陈明远是好朋友，他怎么可能会害我？这4个字是不是陈明远送你的？是的，这4个字有什么不对吗？字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墨水上，因为写这4个字的墨水被人掺了鲜血。说完，李成风沾了一点口水，然后在字上用力地搓了起来，接着又拿了一张白纸，用手指在白纸上用力一按，一个红色的血印便出现在白纸上。这怎么会是红色的？如果这幅字只是用墨水写的，等墨迹干了以后是很难擦掉的，就算擦掉了也不会是红色的。如果里面掺了血，血是可以擦掉的。小李，在墨水里掺血对我有什么影响？在墨水里掺血，掺不同的血对人有不同的影响，有的血会破人运势，有的血会伤人官运，有的血能要人命。在风水学上，这叫做血光盖顶，是一种极其阴损的风水破运方法。小李，这个一路向前是不是也有问题？是的，大象好吸水，水为财，并且还能催官运，是一种非常吉利的风水转运摆件，能提高个人的事业财运，大多以2个为宜。因为大象都是一对，雄象镇宅招财，雌象吉祥如意。摆放大象也有一些禁忌，大象摆放的位置不能对门对窗，不能摆一个，不能摆在胸位上。牛敬德听完后，看着办公桌上的一只大象，心中很是愤怒。还有这个骨头笔筒也是风水大忌，动物骨头制作的摆件、首饰、挂件最好不要轻易带回家，也不要随便带在身边，会破坏家运，影响个人的运势，稍有不慎还会带来血光之灾。这个王八蛋，我拿他当兄弟当朋友，他竟然用风水术害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小李，你看能不能帮我办公室重新布下风水？我先帮你把办公室问题处理下，你的官运实在太差，用普通的小风水催官运根本就不管用。小李，你看明天能不能再帮我去看下祖坟上的风水？好，我也想看看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做官的命，却能做到了青州城副城主。阴宅祖坟到底是什么风水宝地？你知道这是什么风水宝地吗？如果家中祖坟葬在此地，后代会出那些人物。清晨，牛敬德带着李成风来到唐彩凤父母的坟地。李成风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是一座公墓，一排排坟墓布满了整个山丘。坟墓在山丘中间的位置，坟前立着一块墓碑，下面写着“孝女唐彩凤，孝子唐正国”。牛城主，这里的墓地应该很贵吧？这里的公墓价格的确非常贵，每平的价格已经超过了5万，每过几年还要交一次管理费，少说也要几千块。唉，现在老百姓活得真累，活着要买房，死了还要买墓地。如果手里没有钱，恐怕连死都要考虑一下。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坟墓，埋葬的人太多，再好地气，风水也不够分。李成风想到了风水学术中的抢风水。小李，这座公墓的风水是什么？这里的风水好不好？这里的风水应该是上城风水局太师椅。太师椅。此处的公墓建在山丘的北面，位置正是玄武山。坟墓是坐南朝北的阴宅布局，公墓群后面的山丘就像是椅子的靠背，椅子靠背后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丘。在阴宅风水中，坟墓山后高山叫做靠山，父母山。公墓所在的位置正是中心的位置，就像太师椅的居所。小李，你今天真是让我长见识了。太师椅的风水局主富贵旺官运，如果把祖上尸骨葬在太师椅的风水局上，后代子孙肯定会出大人物。难怪唐彩凤的官运会这么旺。不对，牛城主，那个唐正国是什么人？唐正国是唐彩凤的哥哥。这个唐正国是做什么的？不知道。唐彩凤很少在众人面前提他哥哥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哥哥。从此处的风水布局上看，唐彩凤的哥哥才是此处风水的受益者。唐彩凤的官运都那么旺，这个唐正国的身份绝对不简单。难怪这个唐彩凤这么嚣张跋扈，这个唐正国肯定是京城里的大人物。哎，同一处地方，这边的草长得那么好，旁边的草为什么长得这么差？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再好的风水宝地，如果坟墓建得多了，能真正享受风水福音的坟墓根本就没有几个，因为所有的坟墓都在抢风水地气。我没看错的话，唐彩凤父母的这座坟墓应该布了抢风水的局。这公墓中还能抢风水，要怎么抢？你能不能教教我？墓地抢风水的术法实在太过阴损，不能乱教。这个唐彩凤真的太卑鄙了，竟然用邪门术法抢别人的风水气运。小李，遇到这种抢风水的事情应该怎么破？好破，找一点黑狗血，在坟前挖一个坑，把血倒到坑里，或找一把杀鸡刀、杀牛刀埋在坟前。说完，李成风拿出3盒罗盘，找出72地煞位中的阳灾位、延倒位，这2个位置分别在坟墓的前方与坟墓的后面，然后把带血的刀分别埋了进去。牛城主，事情已经办完了，咱们回去吧。这在坟前坟后埋刀是什么意思？这叫做血刀冲坟，是一种非常阴损的风水邪术。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给你说了你也听不懂。你是不是感觉用风水邪术害人很简单？难道不简单吗？在坟前坟后埋2把刀就可以，这个我一看就会了。李成风听了一阵无语。
接着又来到了牛敬德家的祖坟上，前方有一个形如乌纱帽低矮的山丘，中间凸起，两边还有更低的耳山，整体看上去就像是古代的乌纱帽。小李，我家祖坟上的风水怎么样？很好，我没看错的话，你家祖坟上的风水应该是案前乌纱。那我家的祖坟风水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你家阴宅风水好得很，不然你也不会做大官。小李，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上吊绳和刀子藏到了唐彩凤的床下。好，如今唐彩凤的办公室里，还有她家里，包括她父母的坟上，全部被做了手脚，她的官运已经被破，接下来就是她倒霉的时刻。随后，牛敬德把李成风送回了随园堂。青爷，你感觉小李这个人怎么样？刚开始我感觉他就是一个神经病，现在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神秘，让人看不懂。这个小伙子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如果他真能扳倒唐彩凤，只能交好，不能得罪，以后说话注意点。是的，姐夫。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身为我的秘书，在外面叫我牛城主。凌晨，唐彩凤夫妻一晚上都在重复着一个噩梦。彩凤，救命啊！快来救救爸爸，把爸爸头上的刀子拔出来。而这石床上的唐彩凤和她旁边的老公不停地抽搐，没一会两人便没了呼吸。忽然外面刮起了狂风，暴雨瞬间倾而下，窗外电闪雷鸣。这个小傻逼比他爷爷还能做，竟然引来了雷公电母。要是没有本仙，一个老傻逼，一个小傻逼，就是有100条命也不够他们玩的。气煞本仙真是造孽，本仙又有的忙吗？翌日清晨，李成风便接到了牛敬德的电话。喂，小李，唐彩凤夫妻昨晚意外猝死。唐彩凤的儿子儿媳得知父亲母亲意外猝死，一大早便开着车带着儿子急匆匆的回家。经过青州大桥时，汽车却突然失控，直接从大桥上开到了河里，一家3口全部身亡。现在唐彩凤一家5口全死了，是不是因为上吊绳的原因？唐彩凤一家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上吊绳？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这个牛敬德是没脑子吗？这种事怎么能乱说？挂完电话，李成风便要走出随园堂。小滑头，你若是不想死，就好好在随园堂待着，哪里也不要去。怎么了，祖师爷？人间有人间的律法，老天有老天的规矩，世间万物皆有命数。你通晓阴阳之理，奉天之道，懂得窃取天机，却用风水邪术、民间禁术伤及无辜，上天又岂能容你？自从你重开随园堂，用风水邪术害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的性命？那些都是坏人，我这么做也算是为民除害，老天爷为什么还要惩罚我？本仙也知道他们坏事做尽，的确该死。你用风水邪术报仇也算合情合理，但世俗之事只能用世俗的方法解决。你用风水邪术报仇杀人，人间的法律虽然惩罚不了你，但却逃不过老天的惩罚。我尽心尽力守护大夏风水宝地，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就算老天要惩罚我，我也不后悔。说完，李成风便向外面走去。青州副城主唐彩凤用权力霸占我的上城风水宝地，天子坐朝望海阁，为拉投资送给岛国人，这彻底惹毛了我。我用风水邪术血刀冲坟，让其一家5口毙命，却引来天谴。该来的迟早都会来，躲得了初一，躲10年。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那就让天谴来惩罚我吧。这时，只见一道白色的闪电直直劈在李成风的身上。老天爷，难道我真的错了吗？紧接着又见一道闪电第2枪。为什么我没有错？紧接着又是一道闪电第2枪。爷爷，我想重开随园堂。小风干我们这一行，注定会官化、孤独、残与财命全无缘。帮好人逆天改命，斗坏人使用奇门术法，这些都是与天斗，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你想走这条路，希望你不要后悔。绝不后悔。爷爷，这就是风水师的结局吗？说完，李成风便失去了知觉。此时，在一处偏僻的院子里，一个瞎眼、断手断脚的老头正看这随园堂的方向。小风，你当初自己选的这条路，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小兄弟，你醒了。早上我去店里，看你倒在路上，你这是怎么了？李成风急忙查看被闪电击中的地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也感觉不到丝毫疼痛，身体也没有不良的反应。不会吧，我有这么牛逼吗？被雷劈了3次竟然没死。说完就准备去给祖师爷上香，当看着挂在墙上的画像，画中的祖师爷消失不见了。臭长虫，我祖师爷怎么不见了？自己没有被闪电劈死，难道是祖师爷出手救了自己？第2天，王尔刚来到随园堂。李先生，我有个亲戚想请你帮忙看下风水，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现在正好有空，你带我过去。2人很快来到位于郊外的一处居民小区。李成风习惯性的看了一下小区的布局，这个小区共有18栋楼，全部是做北朝南的布局。小区后面有一座不高的山丘，山丘上有几座零零散散的坟墓。李成风瞬间想到了阳宅风水禁忌阴感阳。李先生，这小区后山有问题吗？很多人都知道阳宅后面有阴宅，不吉利。大兄，如果距离在50米以内，这就叫做阴感阳，会形成阴煞，影响家人的财运、子女姻缘、夫妻感情等。
那超过50米是不是没事？这也要看坟墓里埋的人是怎么死的。如果是自杀、意外惨死、他杀、少亡人，这对阳宅的影响会非常大。正常死亡的人影响就比较小。难怪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不能上祖坟，只能葬很远的地方。我们先上楼吧。小先生，我儿子跟儿媳妇3天2头的吵架，动不动就闹离婚。昨天小两口又闹得特别厉害，还动起了手。这次儿媳妇是非要跟我儿子离婚，他们要是离婚了，那2个小孩可怎么办啊？李先生，我表哥表嫂老是吵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天天吵架吗？还是突然某一天才开始吵架的？他们吵架好像是在半年前开始的，以前他们小两口从来没有拌过嘴，更没有吵过架，非常的恩爱。也不知为什么半年前就突然开始吵架了。如果是八字不合、属相相冲，结婚后肯定会天天吵架，不会等到结婚好几年才突然开始拌嘴吵架。十有八九是风水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冲撞到了什么邪物。这时突然窗户外面传来鸟叫声，李成风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的山丘上有一只乌鸦正站坟顶上，冲着窗户叫。李成风急忙走到窗户前，目测了一下对面坟丘与这座楼房的距离，绝不超过50米，最多也就30多米。你儿子一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是不是搬到这个小区后，你儿子儿媳才开始吵架的？老人惊讶地点了点头。我们正是半年前搬到了这个小区，搬到小区后，性格好像就变了，特别是儿子，性格突然变得暴躁，动不动就给他媳妇吵架，还打孩子。他们搬到这个小区后，是不是家里的财运也受到了影响？老人又是惊讶地点了点头。阳宅附近有阴宅，阴宅距阳宅太近，会导致阴气入宅，入宅的阴气也被称为毒阴煞，对阳宅影响非常大。小先生，你是说他们吵架是这外面的坟引起的？是的，俗话说东一宅西一木，宅木同处，少乐多忧，人魂作灵，灾凶不可挡。在阳宅风水学术中，宁愿阳感阴，不要阴感阳，最忌2阴加阳，4阴抱阳。李先生，这什么阴感阳、阴加阳、阴抱阳都有什么影响？所谓的阴感阳指的就是屋后有坟，阳感阴指的是房前有坟，2阴加阳就是阳宅左右有坟，可能会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4阴抱阳指的是阳宅4周全有坟，主大凶，出绝户。那遇到宅木同处的风水应该怎么化解？如果家中有人丁受损，最好的办法就是搬家。如果影响不是很大，可以在阳宅中悬挂5行8卦符化解，也可以修建引背墙阻挡无阴煞，身上也可以佩戴一些护身符。知道化解的方法，老人连忙拿出2个红包递了过去。小先生，我们家也不富裕，给你这些钱，你也别嫌少。老人家用不了这么多，100块钱就够。李先生，我是特意过来感谢你扳倒唐裁缝，让我坐上城主的位置。牛城主，不用客气，我对付他也不是纯粹为了帮你，你以后好好对待青州的百姓就行。这个李先生放心，不知先生能否赏脸到府上做客，顺便帮我看一下家里的风水。都是老熟人，李成风也没有拒绝。李先生，吃水果。好的，多谢陈秘书。谢爷，你是不是看上了李先生？你若是看上了李先生，就给我说，我给你们做媒。哈哈。姐夫，你乱说什么呢？人家不理你了。说完，陈希怡捂着脸跑回了自己的卧室。到底还是长得太帅了，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讨女孩子喜欢。还好自己不是渣男，不然这些女孩子可就倒霉了。说完，李成风便拿出3盒罗盘，站在房子的中间，看着罗盘上的指针和方位。牛城主，你家住宅风水没有太大的问题，唯一的大问题就是西南方位缺角。李先生，缺角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咱们正常居住的阳宅都是方方正正的，大多以长方形为主，一共有4个角，但有些阳宅却少了1个角或是2个角，这就是风水学术中说的阳宅缺角。阳宅缺角也被称为缺角煞，对家人的身体、财运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大夏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叫做天圆地方，在建设住宅时讲的就是方方正正，寓意4平8稳，做人堂堂正正。像农村自建房，阳宅缺角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所有的房屋都修建的方方正正。像城市的一些居民楼、商品房、洋房、别墅，阳宅缺角的风水问题非常普遍，但很少有人重视阳宅缺角这个问题，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阳宅缺角。如果是小缺角，只缺1个宫位，影响不会太大；如果是大缺角，导致9宫8卦方位，缺失2个宫格，影响会非常的大，轻则身患重病，重则一命呜呼。比如缺的是西北方，西北方为钱，钱为父，这个方向就会影响父亲。我家住宅缺的是西南角，西南方向为坤，坤为母。牛敬德盯着他老婆，眼里瞬间闪过诧异的神色，同时又无比的震惊，因为2年前一向注重养生的陈庆新竟然患上了乳腺癌，经过长达半年的治疗才慢慢好转。推算出老婆得病的原因后，心中非常的后悔，如果早点遇到李成风，早点把他请到家。最后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转而看向李成风，诧异的发现李成风这个小子正盯着自己老婆胸口看，原来有一个是假的，亏自己还是一名风水师，竟然没有看出来。李先生，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牛城主，这都是小事情。李先生，像这种阳宅缺角的问题又该怎么化解呢？阳宅只缺1角，其实很好化解，化解的方法还非常的多，比如摆放玉如意、貔貅等，也可以悬挂山水画、百子千孙图等，也可以在缺角的方位摆上一个高柜子，挡住缺角煞。